修仙历17863年，秦绝大帝飞升之日。恭送大帝。走了，可算是走了。这个祸害折腾老夫这么多年，今儿老夫总算能睡个囫囵觉了。老天爷开开眼吧！若是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当初就烂在棺材里，别复活。当年把这祸害招进宗门，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啊！诸位若是真舍不得我走，我留下来再陪大家玩几年也不是不可以。大弟你快飞，飞得越远越好！飞升之后千万别回头，求你给三界留条活路吧！真是美好的一天啊！等我通过测试，加入宗门，从此修仙界又多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原主的大部分技已经丢失，依稀只记得什么修仙、宗门选拔、强盗、身受重伤。起初我还以为原主只是看书看傻了。我操！我真的穿越到了一个可以修仙的世界，飞天遁地、御剑飞行的诱惑，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最重要的是，等我成仙之后返回蓝星，必须跟游戏设计者好好的聊一聊。Cell 系统提示：无奸不商D级，天生的小商小贩，能够凭借松棉解松蜜轻松赚取超额的利润，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黑店老板。这么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是黑店老板？系统纯属在胡扯。胖婶儿，一个肉火烧，1碗豆腐脑。好嘞，总共200铜钱，客官里面坐。我靠，真黑！你怎么还没出摊儿？今天镇上来了不少有钱的狗大户，赶紧抓住机会，狠狠宰他们一波。虽然你那臭豆腐没几个人敢吃，但总有不怕死的外地人想尝试一下。就算他们不吃，你也可以推荐他们买点带回家给狗吃。就说玄天宗的灵狗都爱吃，吃了能增长修为，反正啥好听说啥，能骗一个算一个。神他妈给狗吃！这可是我老秦家的祖传手艺，传男不传女的独家配方。今天小镇的物价对外全部涨100倍，1000倍也可以，反正这些大户有的是钱。下一年过得舒不舒服，全靠这2天了。别愣神了，赶紧去摆摊儿啊！系统看人真准，无奸不商，果然恐怖如斯。胖婶儿，今天我也要去玄天宗碰碰运气，就先不摆摊了。瞧胖婶这记性，都忘了你来小镇就是为了这次选拔呢。今天这饭胖婶请你吃，祝你成功啊！谢谢胖婶儿。可惜了，今天的小镇又少了一个奸商。胖婶儿，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你明日除了做这咸豆腐脑外，再做一锅甜豆腐脑。甜豆腐脑？这豆腐脑甜不拉哩的，谁吃啊？就是因为没人吃，你才能多赚一份钱。你听我说，以后来客人，只要他没主动提，你都给他上甜豆腐脑。客人尝一口肯定受不了，可天底下哪有干吃肉饼？你卧倒吧，不配豆腐脑的，反正他们也不差钱，基本都会再要一份咸豆腐脑，一下就赚双份钱。还得是你们年轻人，脑袋就是好用。等着，我这就回家拿糖来。就当是感谢胖婶他们这一年的照顾吧。修仙界
我秦绝大帝来了！可惜啊，都太弱了。就你们这种天赋，很难当我秦某人的对手。是。复制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第一个天赋，成功解锁人物模板，姓名秦绝，天赋下品灵根，进度0%，系统功能转弱化中，系统天赋检测功能由被动触发转换为主动触发。天赋检测功能竟然变成主动技能了，这样也好，免得人多的时候一眼看去眼前全是天赋弹框。进度条满后还能继续复制天赋，就是不知道下次能复制什么级别的天赋。感觉后背有些暖乎乎的，还有些湿乎乎的。这便是拥有灵根的感觉吗？我秦某人成为秦绝大帝的那一刻指日可待呀！果然有了灵根，背上暖暖的，感觉爬山都更有劲儿了。前面那位兄台，你背包好像漏水了啊！多谢兄台提醒，若是再晚些，恐怕裤子都要湿了。无妨，小事而已。看着香，不知闻起来，看着香，闻着更香了。太恶心了，还是丢了吧。靠，这么多人看着，随地丢垃圾是不是有点不道德？果然我秦某人的气质还是那么出众，一举一动都能引得路人频频侧目。唉，帅也是一种烦恼啊！烈士，我都看到了什么？我要回家宗门，我不参加了招新选拔了。呀，你玩屎，你还骄傲上了！终于到了，这便是玄天宗的正门吗？系统提示：距离太远，无法进行探测。靠！我是玄天宗二长老胡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玄天宗招新考核。这次招收新弟子，要求年龄在16岁以下，不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提前离开。1刻钟后，考核正式开始。第一项考核是灵根测试。参加此次招新考核的小辈们可以开始排队了。陪护人员和无关人员，请到广场外静候。贱民，滚后边去！能让本公子插队，也是你的荣幸。插队？没想到修仙界也有喜欢插队的。但插我秦某人的队，那你真的是插错人了！滚一边去！贱民，你竟敢踢我！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是你爹！你，本公子今朝宰相之子，现在跪下给我磕一个，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胡儿真是孝顺，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我是今朝宰相啊！你找死！二位注意一下场合，如果闹事，一律驱除。小子，算你好运，不过惹到本公子，你死定了，你全家都死定了，等着吧！不敢打就滚后边去！你等着，看什么看？你们也想找死吗？系统提示：上品灵根 B 级，天赋优秀，修炼速度远超常人，有机会在修仙界占有一席之地。丹道非凡 B 级，有不错的炼丹天赋，能够炼制较高难度的丹药。捣妖童子 D 级，在医道上有些许天赋，能够熟练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这资质还不错，可惜在狗身上。灵根，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即可。秦绝，下品灵根，通过。下一枚。唐昊天，上品灵根，请把手放在晶室检测器上进行检测。哼，麻烦。难道我堂堂宰相之子还能骗你不成？唐昊天，
上品灵根。下一位。下品灵根的废物也配修仙？还是滚回地里刨食吧。妈的，等着吧，我一定要把那坨臭豆腐狠狠拍到你脸上。恭喜各位通过第1轮灵根测试，接下来即将进行第2轮测试。测试内容和测试规则由考试官负责告知。祝各位好运！欢迎来到第2关，小家伙。自我介绍一下，我乃玄天宗残星阁阁主上古书灵百事通。书灵很厉害吗？那肯定的，吾博览群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功法理论、修仙百科、修仙界大大小小各种事情，吾无所不知。吾若说吾是修仙界第2博学之人，没人敢称第1。小子，你觉得吾厉不厉害？切，懂得多有什么用？在修仙界拼的是实力。肤浅，你听没听过？知识就是力量。修仙界不全是打打杀杀。算了算了，跟你这种算辈说再多也没用。等你加入玄天宗，自然便知道吾的强大之处。你说你懂得多，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随便问。好，那我问你，人类可以在水底下呼吸吗？当然不能。对修仙者而言，水底和陆地没多大区别。稍微有点修为的修仙者，纵使几个时辰不呼吸，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在水底呼吸。不需要呼吸，也就导致这类法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自然没人去创造和研究。答案错了。不可能！百事通前辈，您先别着急，我给您演示一下。好，吾倒要看你小子怎么给吾解释。你若是敢消息吾，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晚辈自然不敢。前辈，这里有没有水瓶啊？嚯，神奇！前辈您看好了，我只演示一次。好，我要开始了。快点开始啊！前辈，我已经演示完了。您看，这水瓶里有水，对吧？对。这水在我头顶是吧？对。我在水底下对吧？对。我能呼吸，对吧？对。我是人类，对吧？对。由此证明，人类可以在水底下呼吸，对吧？不对，你这是作弊，你这是偷换概念。您就算是前辈，也不能血口喷人啊！我说的哪句不对，哪句不是实话？轻松拿捏。不对，肯定不对！小子，吾现在只是一具分身，智慧都被分散了。你这种小伎俩，在吾的本体面前，肯定不堪一击。啊，对对对，你在质疑我？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啊！你为什么笑了？我想到了好玩的事情。你分明就是在质疑我。好，你给吾等着，我很快就会给你答案，吾是不会错的。好好的，这咋还急眼了？玩不起就不要玩我。老二，这第2关都设置了哪些问题？这次题目我可是想了很久，绝对刁钻。我简单举几个例子。传言上古时期女娲大神捏泥造人，请用一个证据证明这一传说的真实性。老二，答案是什么？洗澡的时候搓一搓不就是证据吗？我们要的是修仙者，不是精神病啊！怎么回事？宗主，不好了，百事通前辈罢工了！怎么回事？我才回答了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第2关就一个问题，完了，第1个问题我答错了，看来又要等1年了。不可能只有一个，百事通前辈已经询问我第2个问题了。不过第2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断了，难道这次考核是考验我们的答题速度？太好了，我答了3个，虽然都
都是湖州的，那就问你们快不快吧？什么回答问题？这次考的不是出题吗？那个百事通上来就说自己啥都会，所以出一个百事通不会的问题，不就可以通关了吗？我好像跑题了，而且大家被迫停止答题，好像跟我有点关系，好像闯祸了。这能怪我吗？谁让百事通那家伙吹牛逼呢？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是他自己说他啥都会，让我随便问。没想到我只是随便一问，他就急眼了。哼，这只能怪他太脆弱。百事通前辈闭关了，这是好事啊！你们可知百事通前辈闭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百事通前辈闭关了。这脑回路如此奇葩，我当时竟然推荐他当宗门大长老，我真该死啊！错了，这意味着这次考核第2关无法进行，我那些刁难的题目白想了。我说的是好事，你懂什么叫好事吗？注意此题。这对那些参加第2关考试的弟子来说，确实是好事啊。你们可还记得上次百事通前辈闭关改良了我宗的修炼功法，大大提高了我宗弟子的修炼速度。这次百事通前辈闭关的如此突然，我想前辈一定是有了新的灵感，都来不及跟我等通知一声，便急匆匆的闭关去了。哦，原来如此。昨夜我夜观星象，发现近几日会出现影响我宗未来的关键事件，但却无法预测是好是坏。本以为今天招新能招收一位绝世天骄，从而影响我宗未来。如今看来，这个关键点在百事通前辈身上。如此看来，对我宗确实是大好事啊。那现在怎么办？百事通前辈闭关是好事，但这次招新怎么解决？以往都是根据小辈们在第2关和第3关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分，如今第2关无法进行，不如直接开启第3关，由第3关的表现直接定生死。眼下也只能如此了。好，老二，你是此次招新的负责人，第3关的通关标准也是听你安排吧。没问题。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第2关暂时取消，接下来直接进行第3关考核。小辈们做好准备，1刻钟后，第3关正式开始。第3关考核正式开始。所有人的记忆全部被篡改了，快跑啊！妖怪来了！二哥，介绍一下你设计的第3关呗。没问题，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第3关的故事背景。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渔村，村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一只妖怪，吃掉一个人后才会离开。而这些可爱的小辈们扮演小渔村中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或少女。哦，幻梦犬，不错，也只有幻梦犬能够如此丝滑地构建起这么逼真的幻境，还能轻松替换小辈们的记忆。幻梦犬可是宗门的守护神兽，竟然让他去演反派，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当然是凭借我独特的个人魅力。眼下摆在少年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第一条，不管女孩继续向前跑，妖怪吃掉小女孩后自然会离开；第二条，去帮女孩一把，但这样做很有可能会被妖怪一口吞噬。只有在慌乱之中做的决定，才能映照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让我们看看这小家伙会怎么选择。有正义感，也非常勇敢，不错的小辈。说的没错，很有勇气。淘汰。为什么？有勇气不是好事吗？有勇气当然是好事，但勇过头就是莽夫了。这小辈明知帮助女孩会死，还傻乎乎的过去，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路人便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不懂得趋利避害，全靠一股莽劲行动。修仙路上危险重重，这样的人随便遇到几个危险，便有可能丧命。淘汰掉他是为他好，当凡人最起码能保住他的性命，也能省下宗门的培养资源。安全第一，当真是果断。不错，确实果断。淘汰！我等之所以修仙，就是为了斩妖除魔，守护弱小，守护天下平安。如今一个女孩陷入危险之境，此人竟然毫无反应，只顾逃命，必是人自私自利，无不扫，何以扫天下？连一个小女孩都不想保护，又拥护天下之人，日后宗门遇到危机，又怎能指望他为宗门出力？说得好！就因为这淘汰，那到底怎样才算？各位莫急，
继续耐心往下看。被淘汰了，不过这小家伙年纪还小，日后还有机会。他还只是个孩子，面对妖怪时毫不畏惧，遇到和自己一般大的小女孩也毫不迟疑地伸出援手，这满满正感着强大的自信和勇气。这种弟子不通过，谁还能通过？当然，如果你们对这孩子有意见，我可以让他拜在我的名下，由我指导，绝不会麻烦各位的。这是你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没错，大家给个面子，让他拜我门下就可以了。本族，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天赋？哪有什么天赋？不是说这是我私生子吗？真是你私生子，你会承认？继续给我打！别打了，别打了！这孩子名叫苏凌风，是极品灵根。二哥，你是真不要脸！为了收下这个极品灵根的弟子，连私生子都承认了。如果只是极品灵根，应该不值得老二这么拼。老五，你算一算老二是不是说谎了？二哥没说谎，但二哥有所隐瞒。靠！老五平时待你不薄啊！别打，我招。苏凌风这孩子体内有一丝雷灵气，未来有可能将极品灵根提升至雷灵根。好了，再看下一个。这个就不过多解释了。遇到危险，临危不乱，能够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尝试救助普通人，有勇有谋，有良善之心。通过。二哥，你说这怎么判？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设计这关时就没考虑过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剧情不是这样的。幻梦犬应该先在后边徘徊一会儿，等小辈们跑到小女孩那个位置，才加速冲过来。这只幻梦犬出手也太早了吧！老二，是不是你没跟这只幻梦犬讲清楚规则？不可能啊！我与幻梦犬族长一起演习过好多次，而且这只幻梦犬负责的其他几人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既然不是幻梦犬的问题，那肯定就是人的问题。而且你们发现没？这个少年身后竟然背着背包。莫非是这背包的问题？先看一下接下来的画面吧。咦，居然没追上来！这小黑狗好可爱，好想撸一把。幻梦犬身为神兽，对灵植和灵药极其敏感。莫非那黄纸中包裹的是某种灵植或灵药？应该不是，我玄天宗什么灵植灵药没有。这些幻梦犬每天也是灵植灵药供着，寻常的灵植灵药绝对不会对它们有如此吸引力。若是那些极其罕见的天材地宝，必然会带着灵气biến动。没道理，幻梦犬能察觉，而我等察觉不到。看那黄纸中包裹的东西，也不像天材地宝的样子。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幻梦口有如此大的诱惑呢？实际上还真有一种东西，对幻梦狗的诱惑比天材地宝还大。你们可曾听过民间有一句老话，叫做“狗改不了吃那玩意儿”？你是说那污秽之物？没错，幻梦犬虽然为神兽，但也改变不了来自血脉根源的渴望。再加上这么多年，我们玄天宗给幻梦犬准备的都是含有灵气的食物。俗话说，越得不到便越想得到，这就使得他们对那污秽之物愈发的渴望。还别说，看那黄纸中包裹的黑乎的东西，还真有点像。哪是有点像，分明是一模一样，好吧？为何那污秽之物会出现在这年轻人的背包里呢？难道是泄题了？这少年知道内幕，提前准备了这玩意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让幻梦犬参与第3关的事情，只有我和幻梦犬族知道，绝对不可能有其他人知晓。而且就算知晓，也不可能知道幻梦犬喜欢的污秽之物啊！那便只有一种可能了。这小家伙竟然随身带着污秽之物，这家伙不会爱玩那污秽之物吧？哈哈哈哈，真是有趣。哪里有趣了？退钱！待会儿我一定要去找幻梦犬族长退钱。那这个少年算过还是不过呢？老二，这少年什么天赋？只是个下品灵根。下品灵根当为杂役弟子，让他通过位吧。随身带着屎，结果把幻梦梦犬，这也算是他的机缘。多招个运气好的弟子，对宗门来说也是好事。这就出来了。所以第3关到底考什么了？考撸狗吗？本以为凭借9年义务教育的学历能够轻松拿捏，没想到考题会这么抽象，完全看不懂啊！那幻境竟然能影响现实？不对，那狗吃了我的臭豆腐竟然不给钱！天杀的，也不打听打听我血雨屠夫的名号，吃霸王餐吃到我秦某人头上，简直是找死！那个小女孩太惨了。是啊，妖怪一口就把她吃掉了。什么小女孩？这都什么和什么？我在幻境里连只母蚊子都没见见。那明明是只粘人的小黑狗，哼，原来都是因为面子啊！这群人肯定也没搞明白考什么，凭空捏造个小女孩，大家为了面子只能跟着附和。如果不是我也参加过，估计都已经信了他们的鬼话。根据各位第3关的表现，宗主和长老们经过详细的分析，最终制定了入门名单。念到名字的上前登基：李梦、赵天海、王新宇、秦爵。看来那些人果然是在吹牛。剩下的人可以离开了，今年的招新正式结束。为什么没念我的名字？一定是搞错了。二长老，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哦，没念到名字便是没有通过。不可能，我在第3关又没死，凭什么没有通过？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也没死，凭什么名单里没有我？我也成功从妖罪里逃脱，凭什么把我淘汰？我宗有我宗的评判标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错误。各位请回吧。这绝对有黑幕！凭什么这个只有下品灵根的家伙能通过，而我有上品灵根却被淘汰？这里面肯定有黑幕！黑幕！凭什么下品灵根的人都能通过，我却被淘汰？等这件事结束，你背后的势力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老子能被选上，那是因为老子比你们强。谁服？有种过来打一场！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全是垃圾。上品灵根很厉害吗？上来跟我打一场，打赢我就允许你进入宗门。贱民，你说了又不算。你怎么知道我说了不算？难道你说了算？我说了当然不算。二长老，你就说行不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长老啊？对吧？他都能玩那污秽之物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不服挑战可以。打赢了可以再给你们一次参加第3关的机会，但是打输了，将被有玄宗经记录在册。日后挑战者及所在家族永远不可踏入我玄天宗半步。没问题。少主不要啊！庶民，多谢你给的这次机会。这小子瘦瘦小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而我为了打好修仙基础，每天都要跟着武术老师练武1刻钟。就他这样的，我能打10个。现在可以打了吗？不想挨揍的人我见多了，但想办法找揍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开始吧，给我狠狠的打！弱智！卑鄙！我的眼睛！这个疯子！你竟敢这样对我！你死定了！想尝尝这石板的滋味吗？给我老实点！若是那辟谷丹还在，我倒想让你尝尝那究竟是个什么滋味。呸！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我一定让你死无全尸！我要让你全家都给你陪葬！看来刚才那点教训还不够让你学会闭嘴。
让你插队，让你一口一口喊我废物。上品灵根了不起啊，我下品灵根和你有啥关系？吃你家大米饭了？饶有手下留情啊！我们认输了。我家少爷年纪太小，不懂礼数，触怒了上仙。我替少爷给玄天宗赔个不是，希望玄天宗看在与我家老爷交好多年的份上，留我家少爷一命。你是京城唐家？正是。此次挑战，唐傲天战败，终生不得踏入我宗半步。若有违背，直接斩杀。若还有想挑战者，可以上前一步。爽，真是太爽了！多谢上仙不杀之恩。日后我定然去找唐宰相问问今天之事到底该如何解决。老奴定告知家主。走。你小子叫什么名字？晚辈秦爵。秦爵，我记住了。今天做得不错，这把飞剑就当是给你的奖励吧。进了宗门就要好好修炼，不要再弄那污秽之物了。我是咱们杂役弟子的管事，大家可以叫我仲大叔，叫我文德大叔也可以。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下品灵根，来咱玄天宗当杂役弟子已经50多年了。因为比较勤奋，这才混了个管事的差事。咱们杂役弟子和那些外门弟子实际上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干的活多点，领的钱少点，没办法，谁让咱天赋差呢？不过大家也不要灰心，咱们杂役弟子只需要满足宗门条件，也是可以成为外门弟子的。哲文大叔，怎样才能成为外门弟子啊？还挺有野心。只要向外门弟子发起挑战，并将其击败，便可晋升为外门弟子；而被你击败的外门弟子，则降级为杂役弟子。那我现在就去挑战可以吗？就现在这情况，我能打到内门？当然不行，至少要等半年之后，等大家都休息一段时间功法后才能进行挑战，而且挑战对象只能是与自己同一届的弟子。这也太难了吧！中品灵根和下品灵根之间差距巨大，修炼一段时间后，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果然，弱者只会抱怨环境，而强者早已学会使用系统开挂，肯定有一定难度，不然我也不会到现在也只是个杂役弟子。不过，即便成不了，10年之后大家也可以离开玄天宗，咱们也算个修士，无论是混迹江湖，还是找个小家族当客坤，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修炼，切记不要违反宗门门规。本公子今天太倒霉了，先是大早上被那胖大妈坑，谁能想到豆腐脑竟然是甜的？然后第一关插队被人踢出来，准备许久的第2关莫名其妙被取消，第3关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淘汰，最后还在众目睽睽下被打成这样，太丢脸了！我总感觉是有人在针对我。即便是杂役弟子的洞府，这灵气也十分浓郁，应该是建在一条小型灵脉之上。这是我们玄天宗的基础功法，名为玄天功。这名字取得真够随意的啊！我们玄天宗的宗名便源于此。玄天功总共经历过7次改良，最近一次是1000多年前，百世通前辈闭关数月，成功将玄天功改良成这世间最顶级的功法之一，从而为宗门如今的地位打下坚实基础。百世通竟这般厉害，大家都是有灵根之人，根据书上的步骤自己摸索，很快便可引气入体，开始修炼。如果始终无法引气入体，也无需着急，1周后宗门会安排老师亲自指导。另外告诫各位一句，玄天功不得以任何形式外传，一旦被宗门发现，将直接定为叛宗罪，交由执法风处理。之前便有一名内门弟子仗着自己身份高，偷偷将玄天功传授给他的家族。后来宗门怎么处理的，大家可以随便打听一下，后果绝对是各位承担不起的。好了，你们的洞府里都有必备的生活物资，
大家可以先去收拾一下，半个时辰后还是在这里集合，给大家分配一下任务。662、663，找到了，排号666。被褥比前世的蚕丝被还要柔软，这好东西真不少啊！垃圾辟谷丹，狗都不吃。兄台在吗？咦，是你啊！兄台怎么称呼？在下李正通。你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开心。没有，我很开心。我叫秦觉，以后我们便是邻居了。千锤不炼 A 级，大难不死 A 级，阵法入门 C 级，下品灵根 D 级。合着下品灵根竟然是这家伙最差的一个天赋，千锤百炼加大难不死，这2个 A 级天赋明显是黄金搭档，漏洞全补上了，加起来怕是 S 级天赋都要强。这怕不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吧？到哪里出事，但每次都能挺过去，实力大涨。那个，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倒霉，经常遇到危险啊？没有啊，这家伙应该没有说谎。如果李正通真的遇到危险，肯定会获得相应好处，但他看着也不像获得好处的样子。看来这个天赋效果也没那么强。先去找文德大叔吧，要一起吗？一起。怎么看你有点不乐意？那算了。不，愿意。我就是有点紧张。文德大叔挺和善的，见他有什么好紧张的？大家来的差不多了，我就先说一下，这次叫大家来，主要是给大家分配一下工作。为了公平起见，我将宗门用人的岗位全部写成纸条，大家进行抽签。这就代表着你需要负责明月广场的卫生。明月广场面积大吗？不大，面积大的区域由2到3人负责的。那明月广场周围有树吗？有几棵小树，都不大。看来这是个好差事啊。枫叶广场大不大？刚才仲大叔说面积不大，就是落叶有点多，不过平时人很少，算是个好差事。那不如我。玄天宗简直是太棒了！有这饭堂，谁他妈还辟谷啊？辟谷丹狗都不吃。来一份清蒸蛟龙筋，我要一份深海王八绿豆汤。需要5贡献点，这边付款。付钱？不是说饭堂里的饭是免费的吗？小弟弟，你是今年的新弟子吗？哼，女人，不要以为我是新人就想骗我，我可一点都不新。小弟弟，饭堂里的饭可不都是免费的，只有最里面那个窗口的饭免费。还有这蛟龙筋可是从筑基期妖兽身上抽下来的，炼气5层以下的修士吃一口都要爆体而亡的。丢死人了！小偷，都怪你！你刚刚为什么不阻止我？我？倔哥，要不咱还是回去吃地骨丹吧？也好。我也挺好奇地骨丹是个什么味道。舒服，这辟谷丹甚合我意。感应到灵气了。莫非这进度条代表我的修为进度？
当进度条达到100%时，我的修为正好达到炼气1层。昨晚进度条还是0，今天就2%，基本确定进度条与修炼挂钩。昨晚效率太低，如果按正常速度，1晚加5%，20天就能达到100%。不知道下次能复制什么级别的天赋。这玄天宗最轻松的活，应该是被我秦爵拿到了。爵哥，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小通啊，你要学会适应，以后坏事还多着呢。李正通，今天我便将打工人摸鱼12计传授给你，助你摆脱困境。第一，我们打工人是人，不是生产线的驴，我们要学会休息。那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没人的时候，检查不在时候，拉屎的时候，拉屎撒尿的时候。第二，如何让别人看一眼就知道自己干了很多活？爵哥，我该怎么做？简单，你只需要把这些树叶堆起来，堆得越多越好，不要堆一点，就往垃圾堆那里运一点。为什么？怎么这么笨啊？你运到垃圾堆的树叶谁能看到？检查的人来了，看到这满地的树叶，还以为你没干呢。但如果你把树叶就堆在这里，检查的人就知道你不是没干，而是树叶太多干不完，树叶一直落，那就不是你的错喽。爵哥，你太聪明了，这都能想到。这只是你爵哥智慧的冰山一角罢了。我再传授给你第3计，如何什么都不干，却让别人感觉你很忙。好好干，我先回去了。恭送爵哥。千锤百炼这个天赋似乎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那么多岗位，偏偏抽到枫叶广场，简直是倒霉透了。果然，没有对比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运气有多好。以后白天也要修炼，争取10天就把进度条拉满，早日开启装叉之路。那个挨千刀的这么没素质，随地大小便，我咒你生儿子没屁呀！这样的标题更容易吸引读者。有情况，杀千刀的，可算找到你们了！站住！你们给我停下！找死吧！神经病啊！你们就不能给你们的灵兽穿上文明兜啊？随地大小便也太没素质了。文明兜那是什么？就是兜住你们灵兽的排泄物的东西。我这瀚海龙象一次能拉100斤，你说什么都能兜住啊？那你也不能让他乱拉吧？就不能提前上好厕所吗？我刚打扫干净的广场，你们走一遍我就要重新清理。哼，打扫卫生不就是你们这些杂役弟子该干的事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乱拉，宗门就不会收你们这些杂役弟子。你应该感谢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份工作。纠正一下，是我们的灵兽乱拉，不是我们乱拉。对，是我们的灵兽乱拉。下品灵根的废物，赶紧滚一边去！以后见到我们御兽峰的要叫师兄，不然一不小心踩死你，那也是你自找的。等着吧，很快我就会让你们一口一口把自己灵兽拉得舔干净。还是有些脏，你晚上多干一会儿，一定要把这里打扫干净。下次干活快一点，见你今天是第一次干，就先不记你名了。谢谢师兄。我现在初来乍到，根基不稳，正面硬刚肯定行不清。正面打不过，背后有没有机会呢？我的实力太弱，想要对付他们，只能拿出最后一招了。明月广场施工中，闲人免进，路人请绕道行驶，为您的出行带来不便，请见谅。这怎么突然施工了？谁知道呢？这不是土木阁负责的吗？也没见这里有施工人员啊。表面上看不见，不代表没有，说不定在地下呢。这个该死的土木阁，施工也不提前说一声。就是，那咱们现在往哪儿走？明月广场走不了，那就从枫叶广场走吧。
反正那边也基本没人，路程也都差不多。只是便宜了昨天那个杂役弟子，我的汉铁龙像今天白憋了一坨大土。Yes， 成功了，就是不知道他们去哪个倒霉蛋那里了。啊，嗨，我管这么多作甚，反正不路过我这里就行。这段时间这群傻叉应该不会再从这边走了。有2个选择，一是检查人员来前把牌子撤了，扫完地再挂，安全但麻烦；二是直接把牌子放这儿，检查卫生的是执法部，施工的是土木阁，两者没交集，牌子能骗过御兽风，理论上也能骗过检察员。门规里没写不许挂牌子，法无禁止即可为，一不做二不休，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看这牌子能不能迷惑检查人员了。涨了4个点，进度条果然和修炼关漏。咦，明月广场什么时候施工了？管他呢，施不施工是土木阁的事，咱们瞎操心啥？那这个明月广场卫生怎么处理？直接按合格算。你没看到牌子上写的吗？闲人免进，杂役弟子都进不去了，还怎么打扫卫生啊？这属于不可抗拒的原因，直接按合格处理。就是不知道这次施工需要多长时间。如果知道确切时间，咱们以后就不用再绕路过来检查了。也是，走吧走吧，赶紧赶往下一处。查完早就去修炼，最近互练速度越来越慢。直接拿捏，加上确切的时间，效果会更好。如此便完美了。该死，李正通出去玩竟然不叫我。罢了，等我修炼到炼气1层后，有你谢了。此次进度条达到100%，绝不出关。修炼极其枯燥，等我能看到进度条，每看一次，动力就多1分。双喜临门啊！我的力量竟然这么大了！仅仅10天时间，变化竟然这么大，怪不得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想要修仙呢。都这么晚了，那家伙怎么还没回来？小偷，跑哪儿去浪了？这么晚才回来？说，你这是被谁欺负了？杰哥，你终于出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被谁打了？爵哥，那天我用了你教的方法。是那2个检查人说你不合格，把你给打成这样。不是，那2个检查人员说我干的不错，只要不让枫叶再堆积的太厚就好，不用一直干。当时我还很开心，想着以后还可以白偷懒修炼一会儿，但没想到第2天就有一大群人骑着灵兽从那儿路过，那些灵兽边走边拉，我不但要收拾落叶，还要收拾粪便，每天都打扫到很晚才能打扫完。御兽峰那群灵兽跑你那儿去了？我特么把李正通给坑了！明明那么多条路，偏偏选了枫叶广场，这家伙也太倒霉了。举哥，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御兽峰的？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活太多干不完，今天我鼓足勇气挡在灵兽前，求他们换条路。谁这个为首的跳下来，二话不说就打了我一巴掌，让我滚！难道这就是千锤蜜炼天赋反馈的效果？每打扫完一次卫生，就能增强1点力量。你先去清洗一下，我来给你想想办法。爵哥，你可千万别去找御兽峰那些人，他们都是入宗多年的外门弟子，咱们打不过他们，也惹不起他们。放心，我还没蠢到去与他们比武力。你赶紧去换身衣服，身上都臭死了。好的，爵哥。
我特么真该死啊！就是因为我，他才被欺负成这样。我竟然还在犹豫。一个14岁的少年，孤身一人来玄天宗，吃没滋味的地骨丹，干又脏又累的活儿，还要被欺负，连唯一的朋友还天天开着阵法躲屋里。妈的！我一定要让玉寿峰那群崽子受到报应！我才炼气1层，硬刚肯定不行，再弄2块木牌施工不行，太容易暴露。而且这算什么报应？下血药也不行，门规严禁投毒，而且拉一路更难收拾。不行，对敦宗门和御兽一无所知，空想没用。明天先去收集情报，再从长计议。实在没办法，只能让明月广场暂时停止施工了。爵哥，你想到办法了没？唉，御兽峰那帮畜生有点难啃，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连爵哥你都没有办法吗？瞧你那个熊样，我说御兽峰那群畜生一时一时会儿解不了，又没说你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现在的问题有2个，一个是落叶太多，另一个是排泄物太多，对不对？御兽峰这个不好办，但落叶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傻，树又不高，你就不会拿根长木棍儿把树上的叶子全敲下来啊？树上没了叶子，就不会有落叶了。哦，爵哥，你真是太聪明了。但是爵哥，这样做会不会违反门规啊？不会的，门规写的是不准随意破坏花草树木。我们只是帮助树木快一点代谢而已。今晚好好休息，等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敲树叶。至于御兽峰那群鳖孙，给我1周时间，我绝对能给你摆平。爵哥，你对我真好。别在这儿婆婆妈妈的，赶紧滚回去修炼。等等，回来，站着别动，差点把正事忘了。我竟然还能复制下品灵根！如果一个人拥有2个下品灵根会怎么样？我的根竟然变成了中品灵根，2个下品灵根竟然融合成1个中品灵根，2个中品能合成上品，那我只要再突破几次，升到炼气7重，就能拥有极品灵根。哼，原来系统这么牛逼！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先撤了。爵哥一下子就翻过顽强了，爵哥啥时候这么牛逼了？不对，爵哥好像一直都这么牛逼。我的修炼速度至少是原先的3倍，只有3%。修炼到炼气2层的难度比炼气1层增加了5倍。幸亏我已经有了中品灵根，不然下次突破遥遥无期。天天吃辟谷丹，感觉嘴里都淡出水了。杰哥，你敲叶子，我扫地。用棍子敲太麻烦了。切！别发愣了，剩下的叶子全敲下来。好。爵哥，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干活不该打听的别打听。爵哥，求求你教教我吧，怎样才能成为你这么强的人？努力修炼。你先打扫着，御兽峰那群人应该快来了，我先去躲一会儿。好。有水的地方便有鱼，今晚可以来钓几条鱼，改善一下生活。
等干完活去集市买个鱼钩，挖几条蚯蚓过来试一试。玄天宗习事连灵草法器都有，买个鱼钩肯定没问题。这量比之前多太多了，应该是李正通昨天的行为惹怒了他们，被报复了。他们有说什么吗？他们就问了一下这树上的叶子怎么不见了，其他倒是没说什么。行吧，开干吧。等晚上完活后，咱们去钓几条鱼烤着吃。你再收拾一下这些碎树叶，我去随便逛逛。好。一路上大道上都没有排泄物，说明灵兽是能控制自己的。他们到广场了，就是故意把广场当成厕所，把我们杂役当铲屎园。这才是御兽峰外门弟子最可恨的地方。那些御兽峰的太过分了，我也出面反抗了一下，结果被他们怒骂了一顿。小智没挨打，看来御兽峰的人刚被小智烦过，到了枫叶广场又遇到李正通，心情烦躁之下才给了李正通一巴掌。人多力量大，我想把大家团结起来对抗御兽峰，但力量还是太薄弱，找宗门反映也没用。下品灵根本就没多大修仙希望，宗门提供资源，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不想干活，宗门招你干什么？所以只能靠自己。不知道御兽峰在宗门里有没有什么不对付的人，抽空要去打听一下。你在这儿等检查人员，我先去集市那边逛逛。等检查完后，你去集市找我。好的，爵哥。玄天宗自己有这些产业，还能容忍外宗店铺混得风生水起，这气度，不愧是梁国第一大宗门。找了这么久，唯独不见合欢宗的分店，看来玄天宗还是太封建了，一点都不包容。这位师兄，请问有没有加快修炼速度的丹药？这自然是有的，炼气丹8贡献点或者8颗下品灵石1枚，活气散5贡献点或5灵石1包。买不起，一串糖葫芦3枚铜钱，一根烤肠3枚铜钱，炸鸡柳5枚铜钱，这里的东西也太贵了。啊，这简直是人间美味！之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油炸食品。这么热闹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臭豆腐呢？前世哪条小吃街没有臭豆腐？等以后缺钱了，我也要来这里卖臭豆腐，用我的祖传臭豆腐征服玄天宗所有人。爵哥，没想到集市上有这么多好吃的，之前都没来过，简直血亏。那2个检查的人说什么没？他们就是好奇的问了一句树上的叶子呢，别的也没多管。那就好。爵哥，你买到鱼钩了吗？这里没卖的，不过我买了几根绣花针，可以自己做。妈的，御兽峰那群恶霸又来了，真晦气！走吧走吧，赶紧收摊儿！我直接收摊儿，本来就没几个买的，他们一来就更没人了。你们也赶紧收吧！上次我8贡献点1枚的丹药，他们非要5贡献买走。唉，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了。这位师兄，请问你们说的是？还能是谁？就是御兽峰那群人呗。你是新来的吧？连他们都不知道。就是那群天天骑着灵兽去御兽峰上课的外门弟子。对，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一来，这么多人都要走啊？难不成他们在集市也敢骑灵兽？这倒是不敢，我们只是单纯看他们恶心。师兄，我是今年刚来的弟子，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可否告知一二？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道说道。实际上事情很简单，御兽峰弟子仗着灵兽强大，平时就在外门嚣张跋扈，而且御兽峰因为要养灵兽的关系，都住在了一起，关系比较好，也比较团结，在外门便形成了一股势力。之前他们经常骑着灵兽横冲直撞，无人敢招惹。直到有一次，他们骑着灵兽来到集市，让大家给他让道，结果引发了众怒。执法队以涉嫌挑衅为由，将他们全部逮捕。之后，宗门便下令禁止他们的灵兽在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出现。原来如此，
怪不得他们除了从明月广场走，就是从枫叶广场走。现在他们既然不骑灵兽了，为何大家还要逼着他们呢？其一是因为受之前影响，大家现在看见那群家伙就恶心；其二，因为那群家伙素质太低，即便没有灵兽，也是到处捣乱。就拿我来说吧，我这丹药售价8贡献点，他们非要5贡献点拿下，我不卖，那群家伙就凑在我摊子前，想买的人也买不到了。而且他们这么做，执法队也拿他们没办法。宗门门规上也没写不允许买卖砍价呀。这群家伙就是纯纯恶心人，玄天宗外门的滚刀肉。师弟，我先不跟你说了，那群家伙快过来了，我建议你们也别在这儿逛了，万一被盯上，一晚上好心情都没了。多谢师兄告知。玉寿峰这些人真是宗门恶霸，太可恶了。就他们也配当恶霸？我看他们是没接触过社会的毒打，我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们了。真的？爵哥，什么办法？爵哥，你这招借刀杀人简直太妙了，果然恶人还要恶人磨。你说谁是恶人？爵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是老奸计滑，不是诡计多多也。行了，闭嘴吧，没文化就说牛逼就行了，装什么文化人？爵哥牛逼。这个计划还需要多找点人，明天我去联系，明天晚上行动，明白吗？明白。爵哥，我该做什么？你直接说，我早就恨透那群玉寿峰的家伙了。好，你只需要这么做，明白了吗？明白。注意隐蔽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晚上12点在集市集合。玉寿峰这群混蛋，你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你们今天留下的污浊废物，会成为明天攻向你们的炮弹吧？你们来了。爵哥，是你啊，吓死我了。你们带个这玩意儿干嘛？我们这不是害怕被发现吗？怕个屁！集市上哪还有人？这个点驴都滚回家了。再说，就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真被发现了还能跑得掉？看你们这鬼鬼祟祟的样子，一看就是心中有鬼，反而更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把头炮拿过来，我给你们保管。爵哥，怎么你还带上了？你懂什么？因为我是领头的，肯定要面对最大的危险。你会不懂？你要是执法者，看到一群正常的人和一个戴着头套的人，你会先抓谁？会抓戴头套的人。没错，他们来抓我，你们就有机会逃跑了。爵哥，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你们还都不了解我，不怪你们，但你们要记住，我齐墨人是绝对不会害自己兄弟。玉寿峰那群畜生迫害的是你们，和我齐墨人没有任何关系。我齐墨人只是看不惯玉寿峰的所作所为，看不惯我们杂役弟子如此被欺负，才决定插手此事。即便如此，我齐墨人会承担最大风险。如果我齐墨人被抓了，绝对不会供出你们任何一人。同时，我也希望，如果你们不幸被抓，不要供出其他任何一个兄弟。爵哥放心，就算我被移出宗门，也绝对不会供出任何一人。俺也一样。行了，大家去按计划行事吧。注意分散一点，把现场弄得逼真一点。弄完这边，还有中央广场那边也要布置一下。我打听过了，执法峰弟子会在凌晨2点、凌晨4点各巡查一次，所以大家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赶紧加快进度吧。今天来的有些匆忙，都忘记带这个了。还是这群小弟子们想的周到。傻呀！执法者不会去抓戴头罩的，他们只会抓跑得最慢的。不是兄弟不讲义气，而是兄弟也有先后顺序啊。原来如此。什么意思啊？我就是那个跑得最慢的。那个谁，你那边给洒水，你那儿太干了，这边别放太多，中央广场那边还要放点，别太明显了，弄得自然一点。快快快，还有最后半个时辰，加快速度。这是发生了什么？肯定是玉寿峰的人又带着灵兽偷偷跑过来了。上次他们被我们执法队抓就很是不服，这不今天来挑衅我们了。我说这几天晚上玉寿峰的弟子总来逛集市，原来是来踩点儿，早有预谋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那群家伙看来以为自己又行了，敢挑衅我们执法队，简直找死！咱们俩什么都不要动，就维持现在这场景。等天亮了，店铺开门了，众人都来逛集市了，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咱们回去通知弟兄们，听到动静不要立刻出动，
等御兽峰的人被揍得差不多了再抓捕他们。看来是上次处罚的太轻，不长记性啊！早就看他们不爽了，正好这次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什么东西这么臭？这大街上都是什么？掌柜，你们出去看一眼就行了。注意别出阵法。那个小张，把我那根1米长的铁棍拿过来，害我损失那么多客户，报仇的机会可算来了。待会儿我一声令下，都给我狠狠的打，一个都不要放过。但是不要使用灵气，咱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别闹出人命。御兽峰弟子简直无法无天了！先摆他的地盘，不要下次就要拉我们头顶上了。你们说这波能不能忍？不能，绝对不能！走，有种的兄弟们跟我去他们住处，把他们拉过来。御兽峰已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大家缺的只是一个不被宗门门规处罚的理由。这把火算是点着了。孔天骄，你给我滚出来！你们干什么？你们是想闹事吗？你们好大的胆子！滚一边去！你算什么玩意儿？让孔天骄滚出来！你们这群人公然违抗宗门门规，破坏外门和平，我术如果不出来，我们便破开阵法把你们揪出来。我们干什么了？你们别在这诬陷人！就是，你说我们违反宗门门规，那你说我们违反哪条门规了？哼，干了什么你们自己还不清楚吗？有胆子干，没胆子承认是吧？一群懦夫！你们想干什么？私自闯入别人洞府是违反宗门门规的，严重者直接废掉修为，速速选天宗。你还有脸说宗门门规？昨天晚上带着你们灵兽在集市和中央广场糟蹋时，怎么没想到宗门门规？你们先违反的宗门门规，我们现在是在伸张正义，将你们捉拿归案。别他妈的数数了，兄弟们直接抄家伙，跟我一起上！长本事了，我看谁敢破我的阵法！把我们的摊位弄得一团乱，还特么有心情在这玩女人！冲进去，抓住他！妈的，你们疯了！你们想干什么？我劝你们冷静一点，兄弟们，快救我！你闭嘴吧，兄弟们！一个御兽峰弟子都别放过！里面的御兽峰弟子听着，你们是自己乖乖走出来，还是我们进去把你们绑了抬出来？老祖数到3，兄弟们，冲进去把他们抬出来！别攻击阵法，我们自己出来。我们自己出来可以，但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你们凭什么对我们动手？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就执法对剑。死鸭子嘴硬，自己干了什么没点数是吧？他们不是要解释吗？把他们拉到集市，给他们好好解释一下。这群人一来就喊孔天骄，一定是他连累了我们。看看你们昨晚干的好事啊！把好好的集市祸害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怎么做生意？还有中央广场也被祸害的没法走路了。这是我干的，我怎么不知道？不对，这他妈就不是我干的，有人在诬陷我们！你们这群傻子，我们被诬陷了都看不出来！你看这坨粪便，左边一半是石铁兽的粪便，右边一半是飞天鼠的，一看就是有人伪造的。妈的，证据都摆在眼前了，还敢狡辩？这东西不是你们灵兽拉的，还能是凭空冒出来的不成？该死，祸害了我们的集市，还他妈骂我们是傻子！兄弟们，揍他！揍他！等等，先别动手，先别动手！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承认这些是我们灵兽拉的，但我们灵兽绝对不可能在这里拉，不是在这儿拉的，那还能是这东西自己长腿跑过来的？承认是你们灵兽拉的就好。兄弟们，揍他！等等，先别打，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误会你个头！孔天骄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看来是已经默认了。前面的兄弟们下手快点，说好了1人1下，我们后面还排着队呢。黄牛票有人要买吗？只需花费5贡献点就能优先打御兽峰弟子。我投钱，我要打孔天骄。孔天骄是另外的价钱，10贡献点。待会儿我喊3、2、1，你们就冲出去暴打，攻击目标主要在腿部。最好打得他们几个月下不了床，切记一定要在执法队来之前返回来。好的，掌柜。执法队呢？怎么还不来？就凭你们也想打我？
孔天骄，你坏事做尽，现在已经插翅难逃了。你们谁也别想碰我！这也太狠了吧！我小脑都萎缩了。你们来呀！你们再来打我呀！打呀！有本事就动手啊！这人真是一位勇士啊！大家别怕，用远程法术攻击他！谁说的？这该死啊！住手！好强的水！拜见师兄，快先救救我们！这些外门弟子联手欺负我们御兽峰弟子啊！这是要为孔天骄报仇吗？一旦情况不对，立刻拉着李正通他们逃离。这位师弟，请问你是？王师兄，是我孔天骄啊！天骄，你怎么变得这么狼狈？师兄，我这是被他们打的。孔天骄，你休要血口喷人！你自己非要跳到粪堆里，关我们什么事？你们不追我，我能跳粪堆？师兄，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下死手，你一定要给我们报仇啊！不知各位为何要欺负我这些师弟？王师兄，这集市乃是我等摆摊闲逛的公共场所，宗门门规里明确表示过禁止灵兽出现。可他们昨晚趁着没人，骑着灵兽将此地弄成这样，我等怎能忍受？此话在理，是我御兽峰的错。师兄，你别听他们一面之词，我们的灵兽昨夜都在院子里，根本就没来过此地，我们这是被诬陷了。师兄，求你给我们做主啊！这是诬陷，请师兄严查。够了！就算这是诬陷，为何偏偏诬陷你们？为何无人主动去调查真相？为何会一呼百应？终归是你们平日嚣张跋扈，树敌太多，众叛亲离。这次就当是给你们个教训。不过是个极品灵根而已，真把自己当回事了。等我的天赋再次提升，一定将你踩在脚下。此事是我御兽峰的错，御兽峰自会承担全部责任。这里的卫生，我们会在1天时间内清理干净，并且拿出5000贡献点，赠予各位商家和摊主。虽然无法补偿各位的误工费，但也代表着御兽峰的认错之心。王师兄公平公正，令人佩服。这次事件我们也是冲动了，还没来得及调查就私自行动，属实不对。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啊！外门嚣张，内门谦逊，反差这么大。不过目的达成了，出了口恶气，以后他们不敢再乱拉了。最嚣张的孔天骄也受了最惨的教训。哼，当幕后真爽啊！怎么样，这次爽不爽？爽，简直是太爽了！尤其是看到孔天骄跳进粪堆打滚儿，感觉再让我产1个月的粪便也值了。杰哥，你真厉害啊！就算是外门弟子，在你面前也是个弟弟。修仙界不只是打打杀杀，关键得看脑子。知识就是力量，懂了吗？今晚我请大家吃烤鱼，就在枫叶广场旁的河头上。杰哥万岁！李芬，你说是谁在陷害我们？炼丹峰的周书海，炼体峰的李明，还是执法峰的叶长明，又或者是这些店铺老板？都不是。你从这里看到了什么？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告诉我答案。冤有头债有主，不加倍报复回去，我誓不为人。这坨粪便还很新鲜，完整度也很好，生产时间应该在昨天。作案手法是有意收集，并且小心翼翼，没破坏原状。我没空听你在这分析这玩意儿，还不明白吗？你刚刚说的那几个人，弄不到这么完整的粪便，清理时早破坏了。哼，智商嘛。对手有3个特点：一，与我们有仇；二，实力弱小，不敢正面硬刚；三容易得到灵兽排泄物。陷害我们的
正是那些打扫卫生的杂役弟子。只有他们有动机，也只有他们能轻松获取作案工具。杂役弟子，他们怎么敢！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偷得浮生半日闲啊！如果我现在就成为秦绝大帝，那人生就完美了。圣鱼，在充满灵气的地方生活，连鱼都长得不一样了，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这2天有些懈怠了，明天要继续闭关了。我一晚上修炼3%的进度，修炼一整天就能增长6%到7%左右。想要达到炼气2层，就需要修炼整整16天。听说别人一闭关就是几年，但我现在很难进入深度修炼。干做半个月，怕不是要走火入魔。还是修炼10天，休息1天吧，劳技结合。为什么我的系统不是那种叮一下直接获得500年修为的？童子，你和我过来将这些鱼开膛破肚。小智，你带着他们去捡些干柴。鱼只需要掏出内脏就行，不需要刮鱼鳞。你下刀轻点，别弄破鱼的苦胆。靠，又弄破了。钓的几条鱼还不够你霍霍的，滚一边去。你还是去砍柴吧。火不要太大，鱼要经常翻面。爵哥，你做的烤鱼简直太好吃了，简直就是玄天一绝啊！爵哥，我建议你在集市上开一家烤鱼店，绝对日进斗金。这算什么？我秦某人做的臭豆腐才是最好吃的。臭豆腐？那是什么？等以后有空了，我给你们1人做一份，绝对是让你们终身难忘的美食。真是让人期待啊！你们几个我还没认全，都介绍一下吧。爵哥，我叫王楚风。爵哥，我叫孟加拉。爵哥，我叫赵龙峰。这名字都太复杂了，记不住。这样吧，以后你就代号小3吧。你叫小4，你叫小5，这样好记多了。爵哥，我不想叫小3，这名字太难听了。那我给你取个好听的名字，那你就叫小6吧。爵哥，叫老6可以吗？我想显得自己成熟一点。小6，你的级别还不够。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如果御兽峰再有其他动作，或者有其他大事，大家可以去666号洞府找我。怎么了？爵哥，御兽峰的人又来了，而且他们这次还变本加厉了。变本加厉？他们做了什么？一时间说不清楚，你还是过去看看吧。妈的，这群灵兽拉肚子了吗？这怎么回事？御兽峰弟子带着灵兽来这儿，给灵兽喂了种丹药，就成这样了。这是特意来报复的，看来他们猜到是我们做的。怎么可能？咱们又没暴露。永远不要带估别人的智慧，只是这样确实有些难办了。如果对面动手打人，还能找宗门出面，可对方偏偏选择用这种方式恶心人，而打扫卫生又恰恰是杂役的本职工作，简直完全无解。看来对面有高人啊！为什么我面对的反派不是那种没脑子做事全凭心情的智者？白天这趟还好些，就是晚上那趟有些难办。晚上御兽峰5点来，检查师兄6点来，1个小时根本干不完。如果被判不合格，这月的贡献点就全扣了。爵哥，要不咱们今晚再来一次，大不了和御兽峰他们鱼死网破。不行，御兽峰弟子既然敢这么做，肯定留了后手，今晚肯定有人在集市盯着。咱们要是去了，那就人赃并获了。那要不咱们跟御兽峰道个歉？不行，人争一口气，就算这玄天宗弟子不当了，我也绝对不能跟御兽峰低头。而且昨天整得他们那么惨，他们怎么可能放过我们？实在不行，我去外门长老那里举报。如果不成，我直接退宗，绝对不会连累到大家。别慌张，肯定会有办法的。容我想一想。小智，你先回你那边打扫着，等我跟通子打扫完枫叶广场，再过去帮你。好的，爵哥。三姐，
今天这天气真不错，正好适合赏那火红的枫叶。是啊，九妹，每年我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季节，吹着秋风，在枫树底下煮上一杯热茶，看着枫叶翩翩起舞，别提有多美了。三姐，你闻没闻到一股臭味啊？应该是某只野生小灵兽随意大小便吧。这地方有些偏僻，出现野生灵兽也算正常。叶子呢？九妹，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三姐，我们是不是陷入幻境了？不可能，既然不是幻境，那枫树上的枫叶呢？枫树下面又是什么东西？怎么好好的美景变成这样了？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玄天宗吗？那边不是有2个小弟子吗？咱们过去一问便知。我问你二人，这枫叶广场上的枫树怎么都光秃秃的？上面的枫叶去哪儿了？两位前辈，今天一股冷空气袭来，把枫树冻得瑟瑟发抖，这一抖，枫叶便全部抖落下来了。大哥，你糊弄也得分人啊！这俩人能瞬移，肯定不是一般人，你这不是找死吗？什么前辈？你见过这么年轻的前辈吗？如果我秦某人猜得不错的话，二位定然是内门师姐吧？你小子倒真是油嘴滑舌。三姐，我觉得宗主的决定应该错了。这家伙就算只是个杂役弟子，威力也不能小觑。亏二哥还说这家伙是个好苗子，只是天赋差了点。先别急着下结论，先听听他怎么说。这里的枫叶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位师姐，这树上的枫叶全被我们拿木棍敲下来了。三姐，他果然是个小祸害，这好好的枫叶都被他霍霍没了。这两人越生气，这件事反而越好办。二位师姐，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干，也是有苦衷的。你看这枫叶广场上满地的污秽，我们每天都要打扫2次，一直打扫到深夜才能打扫完。如果树上再源源不断的落下枫叶，不但更难清理，而且会使地面变得更糟。不得已之下，我们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竟然用那冰冷的长棍，让这些美丽的、灵动的、随风起舞的小精灵提前落叶归根。但我们做完之后便后悔了。每当看到那些来看枫叶却失望而归的师兄师姐，我的内心就无比痛苦。我怎么这么混蛋，竟然舍得对那美丽人的枫叶下手？因为我的一己私欲破坏了这里的美好风景，我真的太自私了。别演了，你的意思是，正是因为地上这些污秽之物，你才迫不得已将枫叶打下来？两位师姐，是的。那这些污秽之物是从何而来？此事说来话长，这事儿还要从我们刚入宗门说起。长话短说。好嘞，是御兽峰外门弟子带着灵兽在这里拉的。他们不但在枫叶广场拉，只要有杂役弟子打扫的地方，都是他们灵兽的厕所。这群外门弟子当真无法无天，他们从何时开始的？一直如此啊。你们没阻止过他们？阻止过，我被骂了一顿，我这兄弟直接被打了一顿。两位师姐，我们只是小小的杂役弟子，哪敢管他外门弟子啊？把宗门当成他们家了是吧？是谁给他们的胆子？三姐，冤有头，债有主。我看这事和这2个小天无关，全是御兽峰的错，必须狠狠处理此事，不然今天敢在枫叶广场，明天就敢在你我洞府门口了。没错，我这就叫老六滚过来，看看他教的好弟子。三姐，你找我有何事？九妹你也……哎呦，三姐，你这是干嘛？这边还有2个小辈呢，给我留点面子了。你告诉我，这是哪里？这不宗门废粪池吗？还别说，来宗门几百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呢。三姐，这废粪池真有意思哈，还种上了不少树。我画你个头啊！你信不信我把你丢进去化了？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枫叶广场，还别说，这化粪池的名字还挺文雅。咱们玄天宗不愧是有着万年文化底蕴的大宗。六哥，这里是一个广场，
这些树都是枫树，秋天叶子变红，很好看的。啊，叶子哪有叶子？叶不叶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上这些污秽之物。正是你御兽峰外门弟子的杰作。看看你御兽峰教导的弟子多有本事，把整个玄天宗当成露天厕所，把杂役弟子当作清洁员。杂役弟子们稍微抱怨几句，就被一顿臭骂甚至殴打，真是比宗主都牛啊！啊！我们御兽峰第一项规定就是禁止灵兽随意大小便。哼，那些外门弟子平时去内门上课，表现的也很是乖巧啊。你立刻让外门弟子滚来枫叶广场！立刻！弟子拜见3位长老。3位12正长老齐聚这个小角落，处理杂役的问题，说这是巧合，我可不信。这绝对是李正通大难不死天赋的恐怖效果。哟，怎么不叫师姐了？还不是2位长老美若天仙，让弟子一时眼拙了。弟子拜见峰主，拜见2位长老。你们可知为何叫你们过来？弟子知错，弟子知错。我御兽峰第1条禁令是什么？禁止灵兽随意大小便。那违反禁令的后果是什么？情节严重者直接逐出御兽峰。你说你们这情节严重不严重？峰主，我们知错了，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法不责众，如果是一人所为，必然逐出。所有人都干了，惩罚肯定轻，就看6长老狠不狠了。这次行为极其严重，但念你们平日表现良好，我便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谢谢峰主。限你们1天时间，将所有地方打扫干净，并罚你们在洞府关6个月禁闭。此外，每个给你们清理过粪便的杂役弟子，都给50点贡献值作为赔偿。你们有多少人清理过这东西？长老，我知道的有6人，还有些离得远的就没接触过。好，现在就支付300贡献点。发财了，这就是千锤百炼、大难不死的恐怖之处，真是躺着都能有收获。这是我第1次抓住你们，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如果有下一次，直接废除修为，逐出玄天宗。弟子绝不敢再还有下次。就这么解决了？以后这种事儿会经常发生的，趁早习惯比较好。走了，把贡献点分给小智他们。小孔，好好干哈！区区一个杂役弟子，不过是一时的运气好，等6个月之后你完蛋了。先熬过这6个月再说吧。我们6个的贡献点给了，但这一路还有不少杂役弟子，你们别忘给哈，不然6长老知道可是会生气的。不需要你提醒。感谢老板的50贡献点了。杰哥，你打算买点什么？我接下来打算闭关几天，就买点辅助修炼的丹药吧。那我也买点丹药赶赶进度，这几天太忙，修为都被其他人拉下了。对了，爵哥，你现在快达到炼气1层了吗？等这次闭关结束，我秦某人已经是炼气2层修士了。爵哥，你怎么这么快？有促进修炼的丹药吗？有的，这是炼气丹，适合炼气期修士服用，12贡献点1颗。这是促气丹，15贡献点1颗。这是活气散，8贡献点1包。真贵，50贡献点太不经花了。就没有适合渡劫期修士的丹药吗？没有就算了，连适合渡劫期修士修炼的丹药都没有。哼，还开什么店啊？这店里的丹药真是贵啊，咱们还是在路边摊买吧。爵哥，
路边摊的品质会不会没有保障啊？屁！路边摊都没有嫌弃你穷，你还有脸嫌弃它品质？师兄，买点促进修炼的丹药。好嘞，看你们的气息，应该是炼气期吧？炼气丹8贡献点1枚，活气散5贡献点1包。炼气丹的效果比活气散要好不少。如果有充足贡献点的话，我建议选择炼气丹。那先给我来3颗炼气丹吧。我也要3颗。好嘞。师兄，你们炼丹师是不是挺挣钱啊？哪有啊，那些成丹率高的炼丹师确实挣钱，但像我这种没什么天赋的炼丹师，挣的钱还不够买材料的。不过炼丹是我的爱好，哪怕每月宗尊补助的贡献点全砸进去，我也觉得很值。没有炼丹天赋也能炼丹，看来只要掌握知识，大家都能炼，只不过天赋决定上限。你想成为炼丹师？我有个长辈就是炼丹师，他告诉我，炼丹师非常挣钱，受尊重。原材料1贡献点，炼成丹药就卖8贡献点。8贡献点，只要8份材料成功1份就能赚钱。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炼丹师是需要看天赋的。我觉得你学习阵法更合适一些。看看1颗丹药能帮我增加多少进度。好。1天时间竟然直接从6%到了24%，没想到这丹药的效果竟然会这么猛，直接将我的修仙速度提高了3倍。在丹药加持下，再有6天就能到炼气2层，难怪丹药这么贵，效果太好了。唉，体验过飞机的速度，谁还愿意坐牛车啊？突破了！我现在的修炼速度在外门弟子里也应该也不算慢，就等半年之后随便挑战个外门弟子，进入外门了。怎么了？今天炼气峰、阵法峰、炼丹峰的内门师兄师姐来给我们杂役弟子授课，咱们一起过去看看吧。来给我们讲课？对，好多杂役弟子都过去了。爵哥，你要去吗？去。你打算去学炼丹？爵哥，你不是建议我学阵法吗？我还是去听听阵法吧。听人劝，吃饱饭。我看你小子在阵法一道上很有天赋。爵哥，你想学哪个？我就选炼丹吧。既然我对丹药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自己炼丹呢？总结一下，成为炼丹师能挣钱，修仙太费资源，没钱寸步难行。我现在就面临缺钱的困境，还剩1次复制机会，只能复制地级。如果再复制一个下品灵根，对修炼速度提升不大。但如果复制炼丹天赋，学会炼丹，就有源源不断的丹药，能大大提高修炼速度。这是双赢，磨刀不误砍柴工。大家不用担心炼丹会影响修炼速度，相反，炼丹本身就是一种修炼，不但能提高修为，还能增加对灵气的掌控程度。一直修炼也是相当乏味的，修炼累了，学习一下炼丹也是不错的选择。修仙百级天赋含金量这么高吗？风浪越大鱼越贵，这说明炼丹师越挣钱。拿下！炼丹首先要准备一个丹炉，丹炉最大的作用便是能够将我们修仙者的灵气转化为炼丹所需要的灵火。这2个洞名为炉孔，上面布置着阵法，我们的灵气就由此灌输进丹炉之中。如果你们第一次接触炼丹，我推荐你们使用丹炉孔的丹炉，价格便宜且更好控制。除了丹炉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丹方、炼丹所需的材料等等。我这里有几种最基础的丹药丹方，并且有我个人的一些炼制感悟，大家感兴趣，待会儿可以过来抄录一份。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炼制大力丹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炼丹就这也不难嘛。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课后有什么不解之处，可以去丹火堂询问里面的师兄师姐。学的怎么样？感觉阵法并不难，入门应该没什么问题。手拿把掐，走去集市买材料。什么？一个最便宜的丹炉也要30贡献点，你们怎么不去抢啊？兄台，我们这丹炉制作步骤复杂，不但炉体要足够坚硬且耐高温，同时还要在上面铭刻阵法，30已经是成本价了。爵哥，要不咱们凑凑？我还剩下20贡献点。那也不够，我只剩下2贡献点了。先去找那个摆地摊的师兄，问问他有没有办法。之前我用的丹炉都卖掉了，现在使用的丹炉也不适合新手使用。师兄有没有便宜丹炉的渠道？2手丹炉也可以。目前我认识的朋友没有打算换丹炉的，不过我可以给你留意一下。至于便宜的丹炉渠道也没有。我第一个丹炉也是花1个月的贡献件购买的。好，麻烦师兄了。不麻烦，不麻烦。爵哥，要不找小智他们借10点，30贡献点也不贵。不用，我已经想到赚钱的方法了。不就是区30点贡献点吗？对我秦某人来说，小菜一碟。得亏上山之前剩下的原材料没丢，就是味道更大了。没事儿，闻着臭，吃着香嘛。什么味道？兄台，集市禁止卖屎，抓住是要罚款的。老邓，我卖的是臭豆腐，臭豆腐3个汉字认识吗？跟我读：抽藕臭豆党豆，佛物腐臭豆腐。不认识字，去跟小孩一起再学几年。我管你卖啥，你整的味道这么大，我这糖葫芦还怎么卖？兄台，此言差矣。你就没听说过衬托对比法吗？什么意思？就是你与一个长得丑的人站在一起，就显得你比平时帅；你与一个长得黑的人站一起，就显得你比平时白。你这么一说，确实如此哈。同样的道理，你的糖葫芦跟我的臭豆腐挨在一起，能显得你的糖葫芦更加酸甜可口。明白了吗？原来如此，这位兄台，刚才错怪你了，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老邓，跟我挨着，你这糖葫芦能卖出1只，我算你牛逼。糖葫芦，又甜又酸的糖葫芦；臭豆腐，又臭又香的臭豆腐。兄台，他们为什么都绕道走啊？是不是你的糖葫芦平时做的太差，都没人愿买了？你看人家卖炸酥肉的摊位，生意多火爆。我昨天的生意比他还火爆。那就是你今天的糖葫芦做的不好。你看，那颗糖葫芦都黑了，一看就不新鲜。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这是你的问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臭豆腐怎么可能有问题？你这是在质疑我秦家祖传的秘方的含金量？靠！什么祖传秘方？我看你就是售卖变质食品！这豆腐都臭了！这豆腐不臭，怎么能叫臭豆腐？这东西越臭越正宗。靠！这么臭谁吃啊？你没听我喊的口号吗？闻着臭，吃得香。你要不要尝一尝？来一串嘛，免费的，来一串，尝一尝，你肯定会爱上这种味道。不要！靠！别过来！把这黑乎乎的东西给我拿开！靠！什么味道这么臭？小青，你听我解释啊！这声音怎么这么像孔天骄？他今天不应该在洞府里关禁闭吗？怪不得包裹得这么严实，原来是偷偷跑出来的。小青，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再说着。靠，怎么这么臭？好啊，你竟然说我臭！我不是说你臭，我是说空气中有股臭味。不信你闻。我最近鼻炎犯了，闻不到味道，你不知道。我看你根本就没关心过我。我当然没忘，你看，治鼻炎的丹药我都给你买好了。小青，真不是传言中的那样。你还在狡辩？那天那么多人都看到小莲从你房间里衣衫不整的走出来，这集市上摆摊的哪个没看到？你别听他们瞎说，那天小莲只是给我送早餐，结果被那些人撞见。你知道的，那些人巴不得我死，肯定会造谣我。青青，你忘了我们曾经的海誓山盟了吗？忘记我们曾在枫叶下许愿，这辈子都不离不弃了吗？怪不得那枫叶广场上的枫叶一片都没了，原来是你这个死渣男变心了！青青，这一切真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嘛！我不听，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是不可能的。好啊，臭男人，你现在都开始觉得我恶心了是吧？不是，是这臭味太浓了，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滚吧，以后别来烦我了。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李青青，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嫌弃我身子脏了，对不对？不错，想起你浑身裹满的污秽之物，我就觉得恶心。而且你现在已经成为外门的笑话了，整个外门谁不知道你这个粪便男孩？跟你做道侣，我觉得丢人。好你个李青青，你别后悔，哥身边女人多的是，不缺你这一个。该死的女人，你给我等着，终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精彩，甚是精彩，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有反转。这该死的味道！那个，来串臭豆腐嘛，闻着臭，吃得香。我吃你妈！怎么又是这家伙？好像只要自己倒霉，这家伙就一定会出现。别喊！你的摊位我会赔给你200贡献点。你这点破东西能价值200贡献点？你要是不给，那我就只能大喊大叫，让执法队过来喽。别，我给还不行吗？早这样不好了吗？没事儿，这是我朋友打招呼的方式，我称作这为暴力美学。200贡献点，拿来吧。我手上没有这么多贡献点了。你别喊！我这把剑能卖200贡献点。那你跟我一起去卖。走。今天真是大丰收啊！感谢榜一大哥送的贡献点。你叫什么名字？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李家大少李正通是也。李正通是吧？我记住你了。这孔天骄身上应该还有不少宝贝，能换不少贡献点。难道刚刚有人过来清扫了？薛哥，你这是去集市摆摊了？那挣了多少？200贡献点。200？薛哥，你到底卖了多少东西啊？倒也没卖多少，主要是客人嫌味道太臭鲜了，赔了200。薛哥，这个送给你。这是我画的符箓，名为速应符，作用是增加表面防御，可以贴在衣服上使用。厉害啊！就是这符箓名字听着有点不正经。你这算是入门了？这算不上入门，速应符属于最简单的符箓，很容易绘制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修为不够，我仅仅绘制了2张符箓，体内灵气便彻底耗尽。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好消息，绘制符箓竟然也能提高修为。好，那你继续加油，以后我的符箓自由就靠你了。有了这丹炉和材料，炼出丹药卖掉，净赚贡献点换炼气丹，完美循环。炼丹最忌讳别人打扰，先将温度提高到500度。嚯，神奇！感觉温度差不多了。先用高温将2朵牛金花烘烤出其中的水汽。感觉错了，温度好像有点高。再来一次，又失败了，这次温度低了。唉，真怀念前世的温度枪，对丹炉按一下就知道多少度。可惜我连辨别棋都不会做，吃了没文化的亏啊！小乔炼丹了，没有测量工具，只能全靠经验和感觉。温度低了多数灵气，高了少数，只能一遍辨识。控制灵气的量太困难了，以前我都是一咕噜耗尽，现在彻底暴露了短板。温度还是低，温度低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稍微再低一点，就是现在！成功了！日头已经到正午了，灵气一滴都没了，头也晕，精神力消耗太大。我有山火童子这个地级炼丹天赋，都尝试了15次才成功，真难想象那些没有天赋的人要试多少次。估计炼丹半天涨了0.5%，加上精神力的提升，这波绝对不亏。炼丹果然是正确的选择。接下来将温度降低到300度，再将断骨树树叶碾碎，加入丹炉中，与牛金花混合在一起。日头已经到正午了，灵气一滴都没了，头也晕，精神力消耗太大。这次灵气没耗尽，现在都更持久了。靠，这么快就没了，我才更有点感觉啊！只修炼1晚上，不用炼气丹有点浪费，但不服药速度太慢，简直是浪费生命。一颗持续1整天，半颗正好1晚上。药果果然只够1晚上，我真是个天才，吃了丹药修炼就是快。接下来是大火炼丹，用高温去杂质，火势轰然化作星漏暴涨。不能再埋头苦干了，去问一下师兄，找找原因。努力了4天，失败了无数次，花了近30点贡献点，终于成功了。是2颗。为什么这一炉能炼制出2颗丹药呢？这丹药是杂质形成的。不管了，先试试我炼制的大力丹效果如何。万一炼制过程有问题，有毒怎么办？该让谁当这个小白扣呢？送你一个礼物，我炼制的第1枚丹药。谢谢爵哥。你就不想试一下你爵哥炼制的丹药效果如何吗？啊，现在又没有对手。服用丹药不是浪费吗？不浪费，不浪费，这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你赶紧试一下我的手艺。那好吧。不是说只短时间提升1点力量吗？这是1点？这是1点吧？这效果也太强了吧！力量至少提高了数倍不止，这也太夸张了。太帅了，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身材。爵哥，你炼制的丹药太强了，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力量，一拳能打死1头牛。就是不知道能撑多长时间。来，跟我掰下手腕，试试你有多大劲儿。爵哥，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行吗？你这是在质疑炼气2层修士的含金量。李正通只是炼气1层，服药后竟然不输我这个炼气2层。我吐。
突破2层可是暴涨了5倍力量啊！这大力丹能越劫战斗，这丹药效果也太变态了吧！这种丹药才卖3贡献价1颗，也太便宜了吧！哦耶！好兄弟变成黑猩猩了！要是下面加个独轮车，上面抱个球，跟马戏团的一模一样。爵哥，别生气嘛，我能赢你，不也全靠你炼制的丹药吗？你这是怎么了？我没怎么。啊！爵哥，你这丹药毒！奇怪啊，为什么会长黑毛呢？大力丹也没这效果啊！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爵哥，你快想想办法，我这跟黑猩猩一样，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别着急，说不定药效过去了，就变回原样了。都过去了2刻钟了，这药效什么时候能过去啊？大力丹药效只有5分钟啊，为什么我练得这么顶？因为我足够持久。呸！莫非炼丹师持久？我完全按照丹方来的，如果有问题，李明师兄肯定会说。既然炼丹的没问题，那就只能是吃丹的问题了。爵哥，你看我干什么？没什么，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真的吗？哪里出的问题？莫慌，我还要再验证一下。爵哥，你不会想以毒攻毒吧？什么以毒攻毒？看画本太多了吧？在这儿等着哈。要验证是丹药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很简单，再找个人吃就好喽。小智，就决定是你了。还真是我的问题啊！这就是挂科大学生效应，看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惨，心里就舒坦了。我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出了那个白色丹药，10步之内必有解药。那白色丹药肯定就是为了解除大力丹负面效果而生的。我都忘了解药是半生出来的，这便是解药，快吃下吧。童子，该吃药了。爵哥，你确定这真的是解药？当然，我秦某人什么时候骗过好兄弟？你可以质疑我的实力，但不能质疑我的人品。为了兄弟，我秦某人随时可以2位插刀。幸亏我没吃。爵哥，这个丹药是香蕉味的，简直太好吃了！好吃，香蕉味。喝着这丹药不是解除猩猩的，而是用来驯服猩猩的，造孽呀！这不科学呀！爵哥，这白色丹药还有没有？香蕉味的，简直太好吃了！给我安静一会儿！这白色丹药除了美味之外，还有其他效果吗？没有了吧？我反正没有其他感觉，身体也没有任何异样和不舒服。那我若是炼制出一种新丹药让你试药，你尝试一次，我就给你1枚白色丹药，你愿意吗？爵哥，我再也不吃这白色丹药了。看来这白色小丹药就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不会让人上瘾。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一个？消息，坏消息。好吧，那我就先说坏消息。坏消息就是，目前我也没搞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别伤心嘛，好消息就是你们力量一下子提高了5倍以上，效果如此持久，偷着乐吧。冷静，我这里还有个好消息，你们这样子肯定是丹药副作用，等药效消耗殆尽，肯定能恢复原样。爵哥，你这丹药效果能持续多长时间啊？那个大力丹的药效最多持续1刻钟。我们变成猴形都快过去半个时辰了，你跟我们说药效只有1刻钟？冷静冷静，我说的是普通大力丹的药效只有1刻钟，我这很明显不是普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能坚持多久。不过你们别着急，我秦某人肯定会给你们补偿，就每人补偿5颗大力丹吧。我受不了了！秦爵小儿，你欺人太甚！真以为我秦某人怕你们不成？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炼气2层和炼气1层之间的差距。
两只猩猩，我算你们牛逼！都是道上的，给个面子了，别打脸！轻点，别把我丹炉碰坏了，那可是55贡献点啊！都怪我，把丹药练得太厉害了。爵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再等1个时辰，如果还这样，那就只能去灵医阁了。爵哥，你那儿还有没有那种白色丹药啊？那东西有那么好吃吗？当然，那是一种浓郁的、醇香的、厚重的、直冲灵魂深处的香蕉味儿，入口即化，香气四溢，简直让人无法抵御。这还是第一次听有人用厚重、醇香形容香蕉。这俩人绝对是吃药吃傻了，味觉失灵。你们是不是变成猩猩后本能的想吃香蕉啊？我不是猩猩。好，你们不是。要不我先给你们买根香蕉尝尝，说不定是你们服用大力丹后味觉出现了变化。品尝过山珍海味的人，又怎能吃下这糟糠之物？噗呸！看来确实是那白色丹药的问题，真那么好吃？爵哥，给我留8颗呀！稍微有点香蕉味，并不浓郁，也不好吃啊。难道这丹药针对的是服用大力丹变成猩猩的人？发财梦破裂。这半颗我先给你保管着，等你变回原样后再给你。走吧，去灵医阁。需要治疗外伤还是内伤？都不是，是我身后2位朋友遇到点麻烦。兄台，我们这只给人看病，给灵兽看病，请去兽医阁。你才是灵兽呢，我们是人。吆喝，这灵兽竟然会说话，看修为才是个炼气期，炼气期灵兽就能口吐人言，想必体内拥有神兽血脉吧？不是，等等，不要提醒我，让我自己想一想。猩猩类的神兽，莫非是神魔猿的后裔，或者是6臂狂猿的后裔？但这2只都太丑了，不像是他们的后裔啊。莫非他们血脉不纯，是杂交出来的？不是，兄台，我得提醒你一句，这灵兽诞生自己是人这个意识是非常危险的，你还是先将他们送到御兽峰驯养一下比较好。你的意思是，你这2个朋友是吃了你炼的丹药后变成了这样？没错，千真万确。好，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出去拿药。看来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只是简单说明了情况，医师就知道该用什么药治疗了。就是他，疑似魔教弟子，将我宗修者炼制成灵兽。误会啊！对不起啊，兄台，主要是你刚刚说的不够清楚。你给我说清楚的机会了吗？你说的事情太过惊世骇俗，把人变成灵兽，这种歹毒的手法，我还以为这是魔教新研究的技术呢，所以就……你见哪个魔教弟子干了坏事，还专门跑你这儿炫耀？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声明一下，我不是灵兽，我是披着灵兽外衣的纯种修士。俺也一样。对不起啊，是我没考虑清楚。把他们治好，我就原谅你了。这种情况我见都没见过，肯定治不了。那怎么办啊？你这种情况，我感觉至少要长老出手才有可能治愈，但是长老一次的治疗费用太高，你们应该承担不起。没想到这事竟然会这么严重，我只是炼了枚小小丹药而已啊。不过呢，你们还有另一个选择。
我听说百一堂堂主的亲传弟子来到我们玄天宗附近的铃兰城，你们可以去找他。百一堂乃是顶尖医道宗门，堂主号称当世医仙。修仙界流传一句话：跟百一堂过不去，就是跟整个修仙界过不去。梁国修仙者这么多吗？到处都在售卖有关修仙者的东西啊！因为这里是离咱玄天宗最近的城池，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些产业。原来如此，爵哥，咱们该去哪儿寻找那个百一堂堂主的亲传弟子啊？这种人应该很有名气，不如我们找个人问问。好大的口气啊！走，过去问问他。几位可是玄天宗弟子？这么牛逼，这算命的有点本事啊！兄台都算到了？这倒没有，你玄天宗的身份令牌露出来了。在下日观天象宗弟子柳元清。日观天象宗，没听说过。你们有知道的吗？日观天象宗在占卜界的地位，等同于百一堂在医界的地位，都是这片大陆的一流宗门。路边随便遇到一个人，竟然是顶尖宗门出身。三位兄台，幸会幸会。来到我摊位前，三位算什么东西？久闻日庄天象宗占卜之术了得，请指教。不知柳兄能否算出我三人为何而来？卦象上显示，李兄和智兄应该是遇到了点麻烦，来此地寻找百一堂堂主的亲传弟子治疗。我靠，神了，这都能算出来！柳兄当真厉害，不愧是日观天象宗的弟子。不知柳兄可否知晓百一堂堂主亲传弟子所在何处？百一堂堂主亲传弟子名为李子豪，就在城中央的百一堂的医馆中。不过，找李子浩看病的人排到了3公里外，恰好我与李子浩有些交情，眼下无事，便送三位过去吧。遇到好人了，这便是大难不死天赋的逆天效果吗？多谢柳兄了。柳兄，我知道有个词语叫做夜观天象，为何你们宗门叫做日观天象呢？莫非其中有深意？我们宗门原本便名为夜观天象宗。大约在3000年前，有一天资绝世的青年，想要创造一门相反的卜卦之术，于是这位青年便白日观天。他创造出日观天象推演术，代替了夜观天象推演术，然后你们宗门就改名了。非也，非也。唉，这位青年天天盯着太阳看，最后瞎了。失明之后开始潜心研究，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知天道人。后人为了纪念知天道人，便将宗门改名为日观天象宗。咱们这样插队好吗？咱们这不是插队，李兄看病有个原则，优先看大病、重病。如果真有疑难杂症，可找门童审核，优先治疗。如果你们没有重病，即便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也无济于事。我也自然不会无趣的跑这一趟。你怎么知道我们有重病？卦象上都有显示。那卦象上显示我们的病重到什么程度了吗？柳兄，但说无妨，我们这点承受能力还是有的。卦象上显示，治愈你们可堪比死人复活。柳兄，不知卦象上能不能看出我们是否还有救？这个涉及到更高层次的力量，以我的实力，暂时无法占卜。不过你们放心，李兄医术高超，定能医好二位兄台。那李兄能复活死人吗？这个倒是不能。那我们就是没救了。话不能这么说，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李兄虽然不能让人死而复生，但并不代表他不能医好你们。哼，
瞧你们这个怂样，你们如果变不回来，那我就骗所有人都吃下那丹药，这样大家不都一样了吗？我病得最重，我每次呼出一口气，就想要再吸一口气进去，这样来来回回多浪费力气。你看我这病严不严重？这不是正常呼吸吗？这也算病？我家老头病的是脑子，那确实病得不轻。柳公子，您来了，赶快进去吧。凭什么他们不用排队，也不用说自己病情就能进去啊？吵什么吵？柳公子带来的病人，哪次不是半只脚进入鬼门关的人？你们这些人就一个小感冒，拿什么跟人家比？不要胡说，这2位病人只是有些疑难杂症。3位请在此稍等片刻，有个外伤严重的病人刚进去，李公子正在里屋给病人治疗。仙医，我儿子跟别人打斗，被利刃穿透胸膛，您快救救他吧！不用慌，都是小问题，你给我打下手，我要什么工具你就递给我，明白吗？好的，好的。要锤子、剪刀、磨骨刀、钉子、铁棍、锯子。修仙界的医师都这么硬核吗？我极度怀疑这医师会不会直接把这俩货的黑毛一根根拔下来，好像这也是一种好方法。仙医，我儿子救过来了吗？还没开始救呢，你儿子的腿有点弯，我看着浑身难受，就帮忙整了整，现在直了，舒服多了。啊，那我儿子的胸膛！莫慌，我现在就帮他治疗。你儿子这手指也有点弯啊。爵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什么百一堂主的亲传弟子好像有点不靠谱啊？有本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怪癖，这人只是有点强迫症而已，只要没练兽癖，都可以接受。抱歉啊，刚才下手轻了，没想到他提前醒了。不过不要紧，再打晕便是。把剪刀再递给我一下。爵哥，要不咱们还是回宗门找长老吧？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好，没必要非得治疗。瞧你们这个熊样，你们的情况与里面那个病人又不同。李医师不会用这种方法治疗你们的。会不会把我们打晕，然后把我们的皮给扒下来？绝对不会的，因为你们的皮扒下来，也只是失去外面这一层黑毛而已。你们这和红星一样的身体形状也没改变啊。除非把你们身上多余的肌肉割掉，再把延长的胳膊截掉一部分，如此才能恢复原样啊。跑啥？跟你们开玩笑的。仙医，真是太感谢您救我儿子一命了。不用谢，只是把利刃拔出来，再用治疗术帮助伤口恢复而已，都是小意思。仙医，您先休息，我带儿子先走了。休息？只有对修仙界无用的人才会休息。如今疾病环死，病人健康岌岌可危，正是我这样的医道天骄担负重任的关键时刻，怎么能休息？那您先忙，我们先走了。下一位。我靠！金色传说 ，S 级一仙转世，这含金量太高了吧？谁是病人？我只会给人治病，并不精通灵兽医学。
你说他们是吃了你的丹药才变成这样的？先声明，我不是什么魔教弟子哈。真的只是单纯的丹药问题。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魔教弟子，你简直就是我炼丹界的天才。他们是服用了什么丹药变成这样的？大力丹。大力丹，增加力量的丹药。他们力量增加了多少？保底5倍吧。5倍！你确定你炼制的是大力丹？确定啊，我就是用牛筋花、猛虎草和断骨树树叶3种材料炼制的。普通的大力丹，最多也才提升1/10的力量，而这颗大力丹竟然，天才，简直就是天才，炼药天才！仅用3种极为普通的材料，便炼制出拥有5倍增幅力量的丹药。对了，这个丹药的药光能持续多久？目前还无法确定，不过我猜测有可能是永久的。永久？童哥，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他要是脑袋没问题，我倒立洗头。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到比自己还抽象的人。这么完美的丹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没副作用，我们来这看你发疯啊！天赋这么好，可惜是个傻子。吃完丹药，手臂拉长，全身被黑毛覆盖，眼神呆滞，疑似降智。你骂谁呢？冷静啊！那家伙可是极品灵根，咱哥几个真干不过他。原来这不是丹药的副作用，简直太好了！太侮辱人了！我跟你拼了！抱歉啊，我这人就是爱说实话。敢问兄台如何称呼？秦绝。秦兄当真是炼丹奇才，乃我年轻一代的炼丹楷模啊！当代炼丹界已经腐朽了，只会一味复刻前人丹方。我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创造出更厉害的丹药。我师尊说连前人的都没搞明白，谈什么创新？但我不赞同，只是我天赋不够，一直没能成功。有目标是好事，但好高骛远了。而秦兄你的出现，证明了我们并不比前辈们弱啊！我，没错，秦兄，你改进的大力丹效果和时效碾压前辈，除了有点微不足道的副作用外，简直没有任何缺点。微不足道的副作用，合着这黑毛不是长在你身上？秦兄，你的创新必将打破炼丹界的死水，带领我们走向辉煌。我只是按照丹方炼制了一颗丹药而已啊。秦兄，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之处。仅用3种普通灵草炼制出能提高5倍力量的丹药，意味着你创造了一种让古今炼丹师都嫉妒的丹药啊！李兄，你先别急得激动，你看看能不能先帮我这2个朋友变回来啊？这有何难？这天底下就没我李子浩治不好的病。脉搏强劲有力，这脉搏已经赶上炼气2层的程度了。那丹药当真厉害啊！这位兄台修为如何？炼气1层。我觉得用针灸将体内药力散去，应该便可会恢复。你先把上衣脱掉，不要乱动。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呢？怎么样了，李兄？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实际上吧，在我看来，这副作用也不全是坏处，至少它能增强力量，还能顺便隐藏身份。你想啊，躲仇家、躲债主，甚至混进原始丛林，这副模样多方便！再来一颗丹药，保准亲妈都认不出来。所以缓不恢复其实也无所谓吧，秦兄。李兄，你是不是治不了啊？怎么可能？这炼气期就没我李子浩治不好的病。那继续治啊，这不是因为这种形态有很多好处吗？没必要解除啊，对不对？既然李兄觉得好，要不李兄你也来一颗？这便是你所炼制的大力丹，这质感，这味道，果然不凡啊！李兄，你别光闻味道啊，尝一颗试试效果。那不行，就这么一颗丹药，我要留着好好研究。放心，这大力丹管够。还是不行，我是一名医师，变成这样会吓到病人的。没事儿，吃完后可以再给自己治疗一下，变回来嘛。这，你该不会是治不了吧？怎么可能？炼气期就没有治不好的病，看来只有使用那一招了。激将法成功，堂堂一仙亲传弟子肯定有压箱底的大招。
儿，憋了半天，你的大招就是烧香拜佛？医学的尽头是玄学。师尊在上，弟子给您上香了。百医堂堂主不是还活着吗？弟子拜见师尊。子浩，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为何不用传音玉佩联系为师？我靠！鬼魂开口说话了！你们百医堂妖人都这么阴间吗？不过激将法真把一线摇来了。遇到了一点特殊情况，用传音玉佩一时说不清楚。师尊您请看。晚辈拜见百医堂堂主。灵兽，子浩，你什么时候对灵兽医学感兴趣了？原来如此。他们力量的增幅并不是大力丹在起作用，而是自身变强壮导致的。他们服用的丹药应该是一种变形丹。变形丹？师尊，我为何从未听过此丹？相传在上古时期，有一种丹药可以将灵兽的血脉在人体激发，从而将人变成各种灵兽，以此来实现增强身体强度的目的。但后来历史断层，丹方消失，这类丹药便失传了。还得是百医堂堂主靠谱，几分钟便看透了本质。师尊，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不算是人，而算是灵兽。没错。难怪了，我的方法对他们不起作用。那师尊，这种情况该如何让他们恢复啊？很简单，只需要以人的血脉为引，将他们自身的血脉重新激活，便可恢复如初。师尊，那我该怎么做？你救不了他们，为师也救不了他们。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前辈，那大力丹便是晚辈炼制，不知晚辈该如何做，才能让我两位兄弟恢复人身？再炼一炉丹药，这次炼制丹药时加入一滴人血，任何人的血液都可以。如果不介意我这个老头子偷学的话，就在这儿练吧。我也很想见识一下这上古失传的丹药，你小子是怎么炼出来的？正愁不知道哪步主错，有这级别的大佬盯着，定能找出问题。前辈指导晚辈炼丹，晚辈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会介意？不过晚辈的丹炉没带在身上。秦兄，如果不介意的话，就用我的丹炉吧。李兄有没有丹炉孔炉啊？我才初学炼丹，用不了你这丹炉。那我出去给你拿个丹炉孔丹炉。你都需要什么药材？牛筋花、猛虎草和断骨树树叶，多带点，我成功率比较低。好。你学习炼丹之术多久了？学习1周了。才1周就炼出绝世丹药，莫非是上古丹仙转世？这天赋不弱于子浩在医道上的天赋啊！找到不同之处了。他并没有将牛肩花和断骨树树叶彻底融合，就快速加入了猛虎草。难道这便是效果不同的原因？果然，细节决定成败。秦兄怎么停了？抱歉啊，我技术还不太熟练，刚刚猛虎草加早了，炼丹失败。这步骤确实没问题啊，怎么效果差这么多呢？前辈，我现在加入血液可以吗？哦，可以。结束了，结束了，这和大力丹没差别呀？难道他这次练的就是普通的，不想暴露上古炼制之法？我也不清楚，反正每次炼出大力丹就一定会出现这颗丹药，这颗丹药也没有特别的作用，就是变成星星的人会很喜欢这个大颗丹药的味道。师尊，为何李兄炼丹会炼出这种东西？你知道这为何物吗？这应该也是你们知道的，就是那种东西。师尊没有明说，看来师尊认为应该知道，但我却不知道，让师尊失望了。突然道歉了，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想来是百医堂的秘密吧？怎么突然道歉了？我也没说什么呀，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小徒弟了。先试一试你这丹药有没有效果吧。好的，前辈，你们俩谁先吃？我先来吧。
有效果，这不符合炼丹学啊！这正苗丹药就是这么炼的，可为什么别人只能炼出大力丹，他却能把人变成星星？怎么了？这不是很成功吗？成功了，但好像没有完全成功。童哥，你的皮肤好黑！前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天怎么了？难题比过去1年还多，总感觉有股力量在针对我。不用急，我先看一下，把你的手伸出来。不管了，先治疗一下试试。怎么样？有什么感觉？感觉身体暖暖的，很轻盈，呼吸都通畅了许多。看来问题并不在体内，既然不在体内，那便是体外了。是连炼气期都治不好，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一个炼气期小辈，我还治不好你了。谢谢一暖阳之光，驱散天下万疾。我体内的暗伤竟然在恢复，白衣堂堂主杨敬世的领域，万物回春。杨前辈此举真乃圣人降世。走，我们去当面感谢杨前辈。师尊，您赶紧收了神通吧，再这样下去我就没病人看了。晚了，你现在已经没病人看了。实际上吧，我考虑了一下，皮肤黑点也没什么不好。皮肤黑显得人更强壮、更有力，而且更利于在夜晚隐藏自己。就比如躲避仇敌、躲避债主什么的，都是很大的优势嘛。你们说对不对？这套说辞真是一脉相传啊！师尊，您是不是治不了啊？怎么可能？为师难道治不好一个炼气期小辈？那继续治啊！这不是因为这种形态有很多好处吗？没必要恢复啊，对不对？师尊，这一招我已经用过了，您还是去一边休息吧，我来试试。休息？只有对修仙界无用的人才会休息。如今疾病还死，病人健康岌岌可危，正是我这样一道巨疗担负重任的关键时刻，怎么能休息？这一幕当真是似曾相识啊！杨家，我还有一招。师尊在上，弟子给您上香了。遇到难题就上香，原来是你们百一堂的祖传技能啊！都多大了，怎么还遇到点小事就来找我啊？啊，师尊，实在是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病人，才斗胆打扰您休息。都多大了，怎么还遇到点小事就来找我啊？这口号也是祖传的。病人在哪里？嚯，好黑的小子！师尊，这小子他炼那丹药时出了岔子，才把自己弄成这副黑炭模样。哦，上古时期的灵兽变形丹竟然被这个小辈炼出来了，真乃大才呀！晚辈只是运气好而已，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对了，那灵兽变形丹可还有？这外形，这手感，当真和普通丹药没有任何区别。师尊，我检查了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没问题，对内对外的治疗手段连万春春都用了，都没任何作用。连万物回春都不起作用，说明这并不是病，你的思路还是太狭隘了。子浩，去打一盆水。是，师爷。这色竟然是染上去的。解决，遇到点事要动脑子，不要动不动就喊我。是，师尊。堂堂快斗界的大人物，竟然当着小辈的面被师尊训了，颜面扫地。师尊，您没事吧？把灵兽变形丹认成大力丸。你这样还当什么炼丹师？赶紧回宗去藏经阁阅读古籍，不阅读完30本古籍，不准再离开宗门半步。是，师尊。心里舒服多了。看来收徒弟也是有很大用处的嘛。前辈，晚辈还有一事不解，不知我炼丹时哪一步出了问题，才会让大力丹有这种奇怪的效果？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了？看来是这香有点连接不稳定，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恭送师尊，师尊您好好休息。休息？只有对修仙界无用的人才会休息。如今疾病还肆，病人健康岌岌可危，正是我这样的医道巨著担负重任的关键时刻，怎么能休息？师尊，我就知道你能听见，再让你拿我撒气。这该死的口后禅！
连接好像又稳定了。刚刚我真的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那前辈，我……什么？又一批伤员送过来了，我马上过去。子浩，你赶紧回来！最近魔教似乎又活跃起来了，每天都有宗门弟子受伤，我们这边的医师已经不足了。我先去救治伤员了。各位小辈，有缘再会。李兄，看前辈这样子，应该很着急。你这是要立刻赶回宗门了吗？师尊只是在演戏而已。师尊开个领域便可治愈，怎么可能会有医师不足的情况？师尊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说实话，我没发现你炼丹有什么异常。师尊好面子，只能找借口离开。一声是响，两声是骂，谁在想我？竟然是2个人同时在想我。我这炼丹术真是邪门了。秦兄，这枚传音玉佩送给你，如果再发明出什么新的丹药，别忘了告诉我，遇到麻烦也可以联系我。我们百医堂摇人能力还是可以的。李兄，这是要回宗吗？师尊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次回去要恶补古籍，而且师尊刚刚使用了万物回春领域，这座城市已经没人生病了。那便祝李兄一路平安，此次多谢了。哎呀，抱歉了，小智，我把你给忘了。那这颗白色丹药给你吃。呸！爵哥，这丹药是不是过期了？怎么不是原来那个味道？果然，恢复原样后就不再喜欢这个味道了。爵哥，我感觉自己有些变化，好像对周围的灵气更加亲和了。哦，下品灵根竟然变成了中品灵根，果然，只要度过危机，就能获得好处。更亲和灵气不更好吗？以后修炼速度更快了。这次多亏了柳兄帮忙，我这2位兄弟已经痊愈。秦兄客气了，几位这是要回玄天宗了，不如在这铃兰城玩几天，我可以带你们去逛一逛。我很想看看修仙城池夜景，绝对不是想去合欢宗分店，可惜魔教活跃不安全。柳兄，咱们有缘再会。掌柜的，你们这儿收不收丹药？这是我炼制的大力丹，能提高炼气期修士5倍的力量。5倍？小友是不是说错了？没有说错，确实是5倍。不过这丹药有一点点副作用，吃后会变成星星，需要配合这颗解药一起售卖。小友，你这并非是大力丹，而是一种全新的丹药。虽然你这丹药效果很强，但你这丹药没有合格证啊！收卖没有合格证的丹药是犯法的。这是什么？市面上所有丹药必须得到丹药协会认证颁发安全证。你这丹药差异太大，被抓到会被罚到倾家荡产的。给丹药协会送去10颗以上检测，至少需要半年时间。修仙界制度大可不必这么完善，半年太长了，我手里的贡献点坚持不到那时。那便多谢您了。手里只剩100多点，不够买炼气丹和材料了。要是再来个孔天胶就好了，想念孔天胶的第1个月。这位师弟，你所说的丹药效果是真的吗？我叫苏木，对你炼制的丹药很感兴趣，想购买一批。刚刚店铺掌柜不是说没有合格证不能找卖吗？没那么严格，私下交易没人管。而且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苏师兄，你要买多少颗？40、50颗吧。不过你要给我便宜一点。苏师兄，你买这么多吃得完吗？我当然不是自己吃，而是要卖出去。去北边的大荒国售卖，那里比较混乱，没有合格证这种东西，不犯法的。走私好像也是犯法的呀。不过我选择当个安静的美男子。师兄，我刚刚与万药阁谈的价格是25贡献点。既然你要的多，我就便宜一点，20贡献点1颗大力丸加1颗解药，如何？
20贡献点太贵了，10贡献点勉强能接受。砍价对半砍，这是高人啊！成交，合作愉快。坏了，砍少了。既然是我自己说的价格，只能咬牙认了。只要药效属实，运到大荒每颗至少能卖30下品灵石，依旧血赚。苏师兄，你大概什么时候要？我现在手上没有太多存货，需要回去炼丹。大约1周之后吧。不过师弟，我需要试一下你丹药的效果，希望你不要介意。当然不会，这是应该的。苏师兄刚刚应该听到了，吃下大力丹后会浑身长毛，变成猩猩。这我知道，不如去我的洞府详聊。可以。师弟还不知怎么称呼。秦爵，秦师弟，你先喝口水，我现在服用丹药了。好。感觉如何，苏师兄？厉害！这丹药当真厉害，我的力量应该提升了3倍不止。这个效果我很满意。对了，我是筑基期修士。这丹药的原理是把人变成灵兽，筑基期身体素质强，提升倍数减弱在我预料之中。秦师弟，我先拿50枚大力丹和50枚解药吧。我先给你转100贡献点做定金，1周后再去找你拿货。好，苏小哥，你什么时候想解除丹药效果，只需要吃下解药就好。身上的黑色要用水清洗掉。我记住了。苏师兄，我先走了。好，再见。赚翻了，成功率1/3，成本2点，一组净赚8点，50组净赚400啊！之后几个月的资源不愁了。赚翻了！筑基期3倍力量的丹药，大荒能卖50灵石，成本才10，一组净赚40。只要走出大荒，冲击金丹有望了。系统提示：检测到当前修仙进度。来玄天宗4个月，突破炼气6层，4次复制机会全给了下品灵根，终于合成上品灵根。这修为在外门也算顶端了。虽然炼出的药都有点小毛病，炼气丹加速5倍但会巨痒，强化丹坚如磐石但皮肤会石化，炼体丹强身忍痛但会变得极度敏感。不过只要通过特定顺序刺激穴位都能解决。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唉，贡献点又快花没了，花钱一时爽，没钱火葬场。苏木师兄怎么还没从大荒国回来呀？孔天烧怎么还没出来呀？好几个月了，玉寿峰那群小金山应该攒了不少钱吧？可惜还得过几个月才能出来。不过好在今天宗门有活动，凭我的聪明头脑，应该能拿到不少贡献点。再有半月便是春节，玄天宗举办寻找玄天令牌活动，找到令牌可兑换100点，集齐10面能换灵气。每天公布7个提示语，比智力，比运气，谁能比得过我秦某人？爵哥，准备出发吧！扫完雪了？扫完了。走，这次活动我主 C， 你负责躺好就可以了。来得早不如跑得快，跑得快不如脑瓜子转得快，都是些不堪一击的对手罢了。爵哥，你真是太霸气了！各位，欢迎来参加寻找玄天硬牌活动。今天是第一天，共公布7个提示。第一道提示语：四面荷花四面柳，四面连山应天成。爵哥，是中央天池，咱们快去吧。你都能猜出来，其他人怎么不知道？你看那么多人朝着中央天池，竞争激烈，咱们再等一等。第二道提示词：一山一庙一叶红，一湖一舟一老僧。爵哥，是小山寺，好像竞争挺激烈啊。不着急，一般这种活动都是先将简单的提示放在前面，越往后越难。等有合适的机会后再出发。
这人怎么跟线面一样，怎么走都走不完呢？第6道，幽河落叶映红天。爵哥，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有河有叶有红天，难道有红色天空？不对，关键在映字，是反光，地面是红的。玄天宗有什么地方地面是红色的吗？没有吧？有河，落叶，红色，有没有可能是枫叶广场？枫叶广场附近有条野河，有落叶，而且枫叶秋天是红色的，正好可以映红天。爵哥，你真是太聪明了。走。爵哥，根据那半句话，恐怕没人能想到这里。那肯定的，就算是以我的智慧，如果不是你正好在这打扫卫生，我也很难想到。而且这地方这么偏僻，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外门有这么个地方。咱们抓紧时间，你搜东边，我搜西边。好嘞，爵哥。哎，真是奇怪了，周围也都找遍了，连树上都挨个找了，怎么就是找不到呢？总不能是埋在土里了。算了，不找了，应该是我们找错地方了。那现在咱们去哪儿？回中央广场看看最后一块令牌的提示语是什么。爵哥、通哥，我来凑凑热闹。你们这是去寻找玄天令牌了？我们根据第6个提示词猜测所描述的地址是枫叶广场，结果什么都没找到。第6块玄天令牌到现在都没人找到，第7块和第1块也没找到，其他几块令牌倒是全被发现了。第1块令牌也没找到？对，现在中央天池那边人都快满了，有些专门修炼水系功法的人，甚至都跳进水里寻找了。会不会是有人找到令牌，但没有对外说啊？找到令牌不说的话，就可以将大部分人拖延在这里，减少寻找其他令牌的对手。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刚刚听师兄们说，找到令牌最好还是说一下，因为宗门是禁止抢夺令牌的。找到后声明一下主权，这枚玄天令牌别人便再也夺不走了。如果你不说，那玄天令牌被别人抢夺或者偷盗，便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有这项规定，找到令牌第一时间声明主权，百利无一害，不说反而风险大。那第7块亮牌有明确的位置了吗？唉，第6个、第7个提示词都太难了，没几个人猜出来，所以大家才集中在中央天池那边碰碰运气。这是什么意思啊？单凭这5个字，一点关键词都提取不出来。莫非是个特别能吃的人？令牌藏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不知道啊，爵哥。你有没有打听出别人对这个提示词的看法？爵哥，别人有思路，怎么可能跟我说啊？不过我再去打听一下。以前竟然没察觉到，小智的情报探查能力竟然这么强。肚里藏天下，谁的肚子能藏得住天下呀？难道是凶兽饕餮？相传凶兽可吞噬天下，但玄天宗也没有和饕餮有关的地方。这个天下莫非指的是天下的知识，而传授知识的地方是学堂？莫非这指的是学堂？爵哥真是太厉害了，凭一句话就能分析出这么多。可惜我太笨了，帮不上忙。但是这个肚子和学堂也没关系啊。爵哥，会不会是指咱们宗门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老？长老怎么藏令牌啊？你是藏在长老身上，还是藏在长老家里啊？长老居住的地方是咱们小弟人能随便去的吗？爵哥，对不起，我什么都帮不上忙。别这么说，你的作用可是无可替代的。毕竟别人也不敢吃我新炼的丹药。不过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咱们玄天宗的长老应该会低调一点，就算知识渊博，也不会说自己知天下万物。
但有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却喜欢这么说。爵哥，你是说咱们入门考核第2关的考核官百事通？没错。爵哥，我打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这些提示词都是针对宗门场地的描述。针对宗门场地？我知道是哪了，跟我来。藏经阁，没错，肚里藏天下，这个肚指的就是藏经阁里面，而天下正是指的藏经阁里记载天下万物的书籍。也只有藏经阁最贴近这个描述了。玄天令牌都会放在所有弟子都能自由出入的地方，而咱们杂役弟子只能借阅藏经阁第1层的书籍，所以玄天令牌肯定会藏在第1层。走吧，我找最东边，小智你找最西边，通子你找中间。好嘞，爵哥。坏了，我刚刚好像看到鬼了，而且扑在我身上，完了，我要倒霉了！什么鬼？你才是鬼呢，小秦爵！百事通前辈，你可吓死我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招新考核那点小把戏难不住你小子！哈哈哈哈！弟子只是运气好而已。行了行了，你小子还学会谦虚了。那个，我已经找到证据证明你是错的了。哦，是吗？我推翻了你的理论啊！你不应该生气吗？你的愤怒呢？你的不甘呢？哪来这么多戏？百事通前辈，弟子还有要事，等弟子忙完后再来与您探讨可好？不行，你必须先听我说完。我必须让你亲口承认你是错的，这很重要。好，那您赶紧说吧。你们2个小弟子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前辈，您不是号称天下事务无所不知吗？当然。那您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吗？我又不是算命的，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们来干什么？多谢前辈告知。我告知你啥了？以往来藏经阁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查阅资料。而前辈说不知道我们来干嘛，说明现在来藏经阁有了第2种目的。再配得上那半句提示语，便能表明有一枚玄天令牌就在藏经阁之中。你小子真是太聪明了，这可不是我跟你说的，是你自己猜出来的。行了，你们2个小娃娃赶紧进去找吧。另外再提醒你们一句，在你们之前已经有2个小娃娃进去了，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多谢前辈告知。实际上，我2个月之前就已经找到你的漏洞了。那弱智问题到处都是漏洞，你用了2个月才找到，很骄傲吗？你就不能来点表情吗？你现在输了，你的惊讶呢？震惊呢？不服呢？你就不想再争辩一下吗？前辈要是这么说的话，晚辈还真有一处不解。随便问。晚辈想问，既然前辈您2个月前便找到问题的关键，为何不派人来找我，而是在这里守株待兔呢？当然是因为自然是因为本尊以为你根本过不了玄天宗的招新选拔而已。可是您刚才还说，我就知道招新考核那点小把戏难不住你小子。你不是还说你只是运气好吗？前辈，我那是谦虚。哼，那我说那话也只是一种恭维而已，人情世故。你们来这干嘛？我等来恭贺前辈成功悟道，不知前辈此次闭关，是又改良了玄天功，还是创造了一门新的神通术法？都没有，吾此次闭关，只是有个长期困扰吾的问题而已，并不是修仙方面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便不打扰前辈了。
等等，你帮我叫。如果被这两个家伙知道，我闭关是因为一个小弟子随口问的简单问题，我无所不知的高大形象就全毁了。对，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前辈，帮您叫。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去忙吧。前辈，别编了，不想说就别说了。既然没什么事了，我就先进去找玄天令牌了。慢着，我还没跟你说我找到的漏洞呢。还没说？那你赶紧说吧。注意你跟玄天宗老前辈说话的态度，就算是宗主来了，也不敢这么跟吾说话。你再不说，我就要进去了。好，真是服了你了。我说，当时你不是说把装有水瓶的水放在头顶，然后大口呼吸，便能证明人在水底是可以呼吸的，对不对？好，现在我可以非常认真的告诉你，你错了。怎么这么多话？快点吧！大海啊，你全是水。你这根本不是在水下呼吸，你这是在瓶子底下呼吸。想了2个月，做这么多铺垫，最后就研究出这么个东西。我预判了所有答案，没猜到他会被钉上瓶子。这简直就是人工智战中的人工智战。要不是说灵没年龄，我都怀疑他老年痴呆。嘿嘿嘿，怎么样，服了吧？前辈，不如咱们打个赌吧。赌什么？就赌我依旧能证明你是错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赌就赌。好，前辈，如果您输了，那您需要告诉我玄天令牌藏在哪里。不行，我是一个正直的书灵，怎么可以帮助你作弊？那好吧。哎，小子，你别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证明我是错的？前辈，您是对的，我是错的，行吧？虽然我是一个正直的书灵，但探寻真理总要付出一点牺牲。没错，为了真理，偶尔牺牲一下我正的灵魂也是值得的。具体藏在哪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不过我可以透露一个大体位置。那也可以。好，你赢了我告诉你大体位置。但你要是输了呢？都行，只要不出卖我的肉体和灵魂，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好，我需要你在一块巨大横幅上写下“藏经阁百事通前辈，乃世间第一博学之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无所不懂。”然后在春节期间，你要举着这个横幅，在玄天宗最热闹的地方游走，并且嘴里要不断大喊横幅上的内容，可以吗？这也太羞耻了吧！前辈，玄天宗谁不知道您无所不知？我看就没必要再宣传了吧。那不行，这可是我上百年的愿望。我每年拿出100贡献点发布任务，可就是没人接。100贡献点买别人后半辈子的自尊，有人接才怪。不过这场赌局我不可能输。好，我答应你。闲话少说，看我如何在水底呼吸。好了，前辈，我证明完了，这下不是平底，而是水底了吧？前辈，你要去哪儿啊？愿赌服输啊！前辈，你不是个正直的书灵吗？你的道德呢？你的诚信呢？我不管，你耍赖！吾现在就要闭关，等吾出关后，一定要彻彻底底的证明你是错的。唉，前辈您放心闭关，等春节时我肯定会拿着横幅在人多的地方游走，只是横幅上的内容要改一改了。让我想一想，改成什么比较好？要不就改成藏经阁阁主百事通，坑骗小辈，不讲诚信。也可以把水下呼吸这件事对外宣传一下，让大家都知道百事通前辈好像也不是无所不知。呀，前辈您这么快就出关了？小样，跟我耍心眼儿，还拿捏不了你个人工智障。闭关之前突然想到还没履行跟你的赌约呢。前辈真的好记性，都这么久的事情了，前辈竟然还记得。玄天令牌就藏在藏经阁第1层，别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我还能不知道藏在第1层？这还用你告诉我？我是问你玄天令牌具体在哪个方位。老邓，你真无耻！玩鹰多年被鹰啄了眼，不过这趟没白跑，至少确定在第1层。找到了吗？每本书我都打开翻了个遍，结果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真是奇了怪了，这玄天令牌难道长脚了成？算了，
可能这令牌跟我们无缘，咱们先回去修炼吧。等没有空再来碰碰运气。爵哥，走了。好。奇怪，我阵法开着，这3只狗怎么进来的？这什么东西啊？我靠！玄天令牌，怪不得死活找不到，原来他们提前叼走了。傻乎乎找了一天，跟个小丑一样。小鬼乖，快把令牌都给我看看。什么意思？你们是想吃臭豆腐？汪汪汪汪汪！你们的意思是要用玄天令牌换臭豆腐吃，对吧？哼，很好，你们已经不是第一只被我的祖传臭豆腐中伏的旺财了。不过既然你们诚心请求了，那我便吃点亏，大发慈悲的成全你们。在这儿等好了，我去买材料。不过在此之前，你们需要给我2枚玄天令牌做定金，定金懂吗？发财了！几位客官，请稍等片刻，小子马上就回来。为了让味道更加浓郁一点，我们需要等1个时辰，明白吗？这到底是什么灵兽这么聪明，能参加招新，找到亮牌还能破我阵法，肯定是玄天宗的高阶灵兽。起锅烧油！1块玄天令牌换1大份臭豆腐，明白了吗？整整300贡献值，分给李正通50点，分给小智30点，剩下的足够支撑到大力丹合格证办下来了，又能买材料炼丹了。什么东西？我的天！我开着洞府阵法，你怎么进来的？不是，今天提示词还没出，你们就全部给我叼来了？门规上说灵兽惹祸，灵兽主人承担，我又不是他们的主人，和我肯定没关系。而且玄天令牌就是让大家找的，又没规定灵兽不能参与寻找，这也算不上违规。这么快便找到7枚玄天令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小黑狗应该具有占卜能力，但是好像听说这些令牌上都刻有干扰占卜的阵法。我靠！好一招偷梁换柱！你们竟然从原底上把令牌给截糊了！等等，袭击活动工作人员是不是要逐出宗门啊？不过这件事儿跟我也没关系啊，我只是个卖臭豆腐的。买家的货币是怎么来的，跟卖家有什么关系？我只负责等价交换啊！亲爱的顾客，稍等，热腾的臭豆腐马上要来了。你这是要多加点辣呀？好了，去享受吧。不知道这样的小狗有多少只？这么可爱，好想养一只啊！等活动结束后，可以兑换1000点贡献点，还可以奖励1件灵器，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只要这群小黑狗不被抓住，那我就有源源不断的令牌收入，好日子还在后面啊！学姐，出发吗？薛哥，怎么了？我让你看个东西，你做好心理准备啊！放心吧，爵哥，我现在可不是半年前的小屁孩了。现在就算看到鬼，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皮。我靠！玄天令牌！1、2、3、4、5，整整10块玄天令牌。爵哥，制作假玄天令牌骗取贡献点是违法的。爵哥，你要想清楚啊！我剜你的头！你给我看仔细了！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玄天令牌。确实不像是假的啊！这本来就是真的。可是爵哥，昨天就发放了7块令牌啊，你怎么能搞到10块？就算把别人找到的令牌都偷过来，也不够啊！你爵哥是那种喜欢违法乱纪的人吗？这10块令牌里有3块是昨天没找到的令牌，剩下的7块令牌是今天刚发放的。今天的提示词不是还没给吗？谁说非得公布提示词后才能找到？玄天令牌在天亮之前便被藏到宗门各处了，只要你运气好，在路边打个滚都能捡到。原来如此，可是爵哥，你运气好找到一枚可以理解，但怎么可能把今天所有的全部找到？还有昨天的3块又是怎么找到的？我自然是有我的人脉。高人竟在我身边。好了，小童，告诉你这些是让你不要再把精力放在这毫无意义的活动中，要把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修炼之中去。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成为我的人脉之一，明白吗？爵哥，我懂了，我这就回去修炼。很好，这就忽悠全了。黑幕，肯定有黑幕！为什么我们1块令牌都找不到？是不是你们压根儿就没有放？昨天3000多人把中央天池翻了个底朝天都没发现，今天更是1块没找到，我们有理由怀疑，要求该活动负责人出面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令牌？是没发这么大火吗？要是被他们知道真相，可能会活活打死我。先打入敌方内部，知己知彼。我怀疑你们根本就没有放令牌。你们是要翻天吗？一个个的都成何体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此次活动绝对公平公正。为了保证公平性，我们每天随机抽取1位，工作人员在天还没亮时将令牌藏好，提示词也由他编写。除了此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就在刚刚，今天负责发放令牌的工作人员已经去查看过了，令牌已经消失。今天的7牌令牌已经全部有了主人。既然有人找到令牌，那为什么我们都没听说？活动规则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要求找到令牌必须告知别人，别人找到后不说，那是别人的自由，跟这个活动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你如果有本事，你也可以找到令牌后不对外公布。1个人找到不吭声可以理解，但总不能7个人都不吭声吧？有没有一种可能，拿到这7枚令牌的是1个人？不可能，肯定不可能！要是拿到这7枚令牌的是1个人，我倒立拉屎！不过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1个人不可能，但是如果是商量好的一群人呢？啊？你是说一个组织？没错，如果他们是一个组织，组织中至少有7人以上，便可以同时寻找了。咱们这么多人，找到的大概率应该是咱们。但现在7枚全部被他们拿到，肯定有猫腻。说得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有3个原因。第一，负责隐藏令牌的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这个组织，这样做的风险太高，一旦事情败露会被宗门除名，这根本不划算。为了几块令牌不值得。
不错，说的有道理。第二，这个组织有位占卜高人，攻破了反占卜阵法。哼，这可能性依旧很小。占卜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至少也是长老。有这种本事，又怎会在意几块令牌？不错，说的有道理。第三，有些人出生便是得天独厚，气运超群，连天道都会帮助他们。你是说气运之子？对，如果这个组织中都是这种人，找到的概率会大很多。我穿越者加系统，李正通2个 A 级天赋，勉强算气运之子组织第3种正确。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咱们确实技不如人，没什么好抱怨的。不错，说的有道理，分析的真好。听懂掌声！各位先别鼓掌了。大家都别鼓掌了。这便是我秦某人的号召力。无敌是多么寂寞。各位都有什么想法呀？这还需要什么想法？人家1没偷，2没抢，3没违规，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咱们能怎么办？是，咱们找不到玄天亮牌，也只是技不如人，不足之处咱们也要承认啊。对啊。有时候找不到玄天亮牌，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总是怪别人。想偏想一想，自己是不够努力。听懂掌声。等等，如果事实真的是因为他们运气好，我们确实只能自认倒霉。但如果他们是通过作弊来取得玄天令牌呢？第一种猜测确实是风险很高，但回报同样丰厚。别忘了10块玄天令牌就可以领取1把灵器。第二种猜测确实是可能性不大，但可能性低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啊！万一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占卜峰某长老的亲孙子呢？万一他们背后就有一个占卜高手呢？如果是这些因素导致我们1块玄天令牌都找不到，那他们就是违规，我们就要去找宗门举报，彻查此事。宗门若彻查，小黑狗大概率暴露，我也可能落个隐瞒不报的罪名。就算不受罚，手里的赃款肯定被没收，必须阻止。在此之前，我们最好调查清楚，诬告可是犯法的。不需要调查，我们只需要看明天的结果就可以了。此话何解？这件事大家一定不要向外传，一旦被那个组织的人知道，我们便真的没有破解之法了。放心吧，师兄，我们肯定不说。不，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所有人必须发誓。还挺谨慎的。好，我秦绝发誓，如果我将此事对我们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说，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怕天道没听清楚。秦师弟也不必发这么狠的誓。师兄放心，我秦某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诺千金重。好一个一诺千金重！我李四发誓，如果将此事对我们之外的任何一人说，终生无法踏入渡劫期。终生无法踏入合体期，元婴、金丹期，金丹期总行了吧？我可是上品灵根啊！大家不要投机取巧，不然我们就不带你玩了。师兄，现在可以说了。这里人太多，咱们还是换个安静点的地方。师兄放心吧，那些人不可能是神秘组织的人。自从知道那个神秘组织后，我总感觉到到处都是那个组织的人，仿佛他们的人就在我们身边。
不过大家都发誓了，我对大家还是很放心的。咱们先没细聊。好，我现在告诉大家，咱们如何才能区分那个组织的人是靠运气还是靠作弊？实际上，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他们是靠运气寻找令牌，那他们就不可能每天都包揽全部令牌。哇！其他人肯定也能找到1、2枚。我明白了，咱们人数这么多，就算他们运气好，也不可能一直像今天这么好，肯定会有漏网之鱼。秦兄说得好。大家无需鼓掌，咱们继续听师兄说。要不还是听你说吧。那怎么行？师兄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来，让我们给师兄点掌声，鼓励一下。师兄要说话了。我感觉你们在一起演我，而且我还有证据。怎么会呢？我们都不认识。师兄你继续。我继续说哈，除了他们每天都能包揽7枚玄天令牌外，还有一个极端我们也需要注意。师兄你说，我一定注意。那就是他们只找到了1、2枚亮牌，甚至1枚亮牌都没找到。我懂了，因为每天藏亮牌的人是随机抽的。今天那个负责藏令牌的工作人员可能跟那个组织有关系，但明天可就不一定了。如果他们明天找到的令牌很少，就能证明他们和今天藏令牌的工作人员勾结。秦兄分析的真好，秦兄当真聪慧啊！我建议我们这些人也暂时成立个帮派，与那个组织对抗到底。同意。先给帮派起个名字，不如就叫玄天正义帮，如何？不如就叫仇富联盟。好，我们还要选一位智慧与美貌并存、德高且望重之人当帮主。我就知道。咱们帮派的宗旨是什么？打倒神秘组织，维护宗门活动的公正性。很好，我打我自己。大家安静，我说2句。我能当上这个帮主，全靠各位英雄抬爱。同时，既然大家把我抬到这个位置上来，我也肯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气氛组，收！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上，我们必须要感谢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位师兄为我们答疑解惑，我秦某人根本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位师兄的出现，犹如天神下凡，拯救了处在迷茫之中的我。如果不是这位师兄，我差点就跌入万丈深渊之中。气氛搞起来！没这么严重，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不，这非常严重。师兄，你根本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为了感谢这位师兄对我们的帮助，我决定让这位师兄当我们的副帮主及帮派军师。大伙儿有意见吗？没有。不知师兄该如何称呼？算了，你长得这么高，就叫高师兄好了。称呼什么的无所谓，现在我们可以分配一下任务，该如何针对那个神秘组织。我看大家都有些累了，都回去休息吧。在我手底下做事，你还想针对我？高师兄，不，高副帮长，我现在想跟你再复盘一下。其他门人虽然不靠谱，但帮主肯定靠谱。强强联合定能拿下最终胜利。好，我再跟帮主复盘一下。高副帮主，你先听我说，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你一定要提醒我，因为这非常重要。第一，如果神秘组织每天都能斩获所有令牌，就代表他们有作弊的嫌疑，对吧？对，因为人的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第二，如果神秘组织明天找到的令牌太少，也代表他们作弊。
没错，这说明他们跟今天藏令牌的工作人员狼狈为奸。明白了，也就是说，只要明天有1到2人找到令牌并对外公布，那我们就拿那个神秘组织没办法，对吧？对，这话没毛病，就是感觉听上去有点怪怪的。没毛病就行。如果高副帮主又想到什么新点子，请务必要告诉我，我也想为守护宗门公平出一份微薄之劳。帮主放心，我一旦有新想法，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好，明天这个时间别忘了在这里集合，我们进一步商讨对策。没问题。幸亏今天出来了一趟，明天让李正通去一趟，后天让小智跑一趟，之后再让小4、小5、小6帮下忙，反复几次就能减轻嫌疑。现在最关键的是小黑狗明天还会不会送令牌，必须跟他们通个气，必要时可以出动小黑狗篡改他们的记忆。哦，谢天谢地，你们可算来了，都过来坐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听好了，因为你们昨天将7枚令牌全部偷走，现在已经引起众人的不满，有人已经打算向宗门举报调查此事。多亏我机智，暂时稳住了他们。我会想办法解决此事，但你们也需要小心一点，明白吗？你们平时都待在哪里？如果有急事，我该如何找到你们？这是什么？这是水晶球的使用方法，这东西竟然还需要滴血认主，想来是比较贵重的宝物。小黑狗，你确定给我？好，哈哈。直接用小刀割开，好像有点疼啊！不就是点血吗？我秦某人自有办法。听到叫声，我感觉跟小黑狗建立了某种联系，有一根透明丝线将我们连接。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契约吧？完了完了，我跟你契约，你主人知道吗？这群小狗的主人大概率是御兽峰长老，大人物怪罪下来，我可承担不起。啊，该死啊！连只狗都不敢养，我怎么还没成为秦爵大帝呀？什么意思啊？莫非你是说你没有主人？真的？玄天宗不愧是玄天宗，就连最普通的流浪狗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很好，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流浪狗了。既然有了新主人，那你也该有个新名字。我给你想个霸气一点的名字。我想好了，以后你就叫旺财了，开不开心？怎么，嫌弃自己的名字不够霸气？还挺有个性。那以后没狗的时候，我就叫你旺财；跟其他狗在一起时，我就叫你丧彪。这总行了吧？很好，虽然你以前只是一只平平无奇的流浪狗，但现在你已经拜入我秦爵大帝的手下。虽然你血脉一般，但身为我秦爵大帝的契约灵兽，日后必将成为一代妖仙，统领万妖。很快你便能体会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快感了。旺财，你躺好了吗？以后臭豆腐管够。果然画的大饼再香，都不如眼前的面包诱人。那以后我只需要进入灵魂之海，就能联系到你了，对吧？
应该是融入到我体内了。等着，我给你们做臭豆腐去。丧彪，这是你的。虽然很想组建汪汪队，但会伤旺财的心。我秦绝大帝最大的优点便是专心，对人对狗都一样。今天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爵哥要开始重用我了。爵哥，你说。带上这块令牌，随便去个藏令牌的地方，当着大家的面对外公布你找到令牌了，就这么简单。啊？这令牌本来就在我们手里，为什么还要再去找？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爵哥这么做一定有道理。奇怪了，今天这呆子竟然没问。帮主好，帮主好。高副帮主，你也来了。为了守护宗门公平公正，自然不敢怠慢。怎么感觉我是反派呢？人都来的差不多了，都过来一下吧。帮主，谨慎起见，我觉得我们要先核实一下人数，避免那个组织的人来混进来。还是高副帮主想的周到，但人这么多，咱们怎么喝茶？该混进来的早就进来了。帮主放心，我已经记下昨天所有人的长相，我只需要仔细看一遍就好。竟然有种当卧底的紧张感。核查完毕，今天就只有一人对外公布，找到了一枚玄天令牌。是谁？好像名叫李正通。李正通啊！帮主认识此人？何止是认识，这可是我的邻居加好兄弟。前2天我们都是一起寻找玄天令牌的，因为一直找不到，我今天就放弃了。没想到他始终坚持下来，竟然找到了一个，运气是真的好啊！原来此人是帮主的兄弟，这样我就放心了。放心什么啊？我一开始还怕此人是那个神秘组织派出来的托呢。既然此人与帮主关系这么好，那便可以排除这种情况了。他就是个小小的杂役弟子，什么组织收他呀？也是，只是这样好就更能证明那个神秘组织真的是凭借实力在寻找玄天硬牌，我们拿他们没办法了。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也没必要在这件事上伤心。今天，我的好哥们李正通给我们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找到玄天令牌的。那个组织固然强大，但也无法包揽全部令牌。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从他们手中将令牌抢过来。李正通为什么能找到，而我为什么不行？因为李正通一直坚持不懈，而我因为早早放弃才擦肩而过。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没尝试就已经认输了。李正通可以，为什么你们不行？坚持下去！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拿出你们的气势来！为什么你们找不到玄天亮牌？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因为我们不够坚持。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努力，努力，加油，加油！好，大家现在继续去找吧，说不定在宗门的某个角落，就留着神秘组织也没找到的漏网之鱼。这些小弟子心智单纯，随便一忽悠就成这样了。高副当主，加油！今天也只有一个人找到了玄天令牌，好像叫智多多。智多多啊！哦，帮主认识此人，莫非此人也是帮主的邻居？那倒不是，我哪有那么多邻居啊？我们都是杂役弟子。智多多负责长廊大道，和李正通负责的枫叶广场挨着，所以我们认识，但也没那么熟。奇怪啊，这2天找到令牌的竟然都是杂役弟子。帮主，你说巧不巧啊？看来这货开始怀疑我了。当然不是巧合。如果我们杂役弟子找到一次，那可以归结为运气。但接连2天都是我们杂役弟子找到令牌，而且我敢说，如果明天有人找到令牌，那大概率也是我们杂役弟子。你们应该很好奇这是为什么吧？因为我们杂役弟子比所有人更渴望贡献点。一枚玄天令牌可以兑换100贡献点，对于你们外门弟子来说，也就是3个月的补贴。而我们杂役弟子呢，辛辛苦苦工作1个月，1天也不敢休息。
却只能得到10贡献的工资。大家来到玄天宗都是为了修仙，我们虽然天赋不行，但那颗求仙问道的心不输你们任何人。但10贡献点太少了，连颗炼气丹都买不起啊！我们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修炼时间，我们很难。原来我这么惨啊！怎么办？想哭。正是因为我们这么难，所以没有人比我们更渴望贡献点，找到1枚就相当于1年的报酬啊！我们能不疯狂吗？正是因为对贡献点的渴望，我们才更加直、更加坚持。为了在修仙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我们不得不拼尽全力抓住任何一次机会，纵使希望渺茫。这2次都是杂役弟子找到了背后，正是因为我们更需要这次机会。虽然我们天赋不行，但我们永不服输。虽然天赋不行，但我们永不服输。杂役弟子不输给任何人。杂役弟子确实不容易，我竟然还因此质疑他们，我真该死。看着被忽悠缺的众人，很是满意。要是这时候再来段专属的 BGM， 那就完美了。抱歉啊，帮主，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昨天和今天有点刻意，就像是我们的谈话被那个组织知晓，故意布置出来的局一样。高副帮主无需在意，我秦某人知道，高副帮主一切都是为了公平。而且我们都发过誓了，咱们的谈话不可能传出去的。等等，帮主，我们都发誓了，但好像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没发誓。谁？我当时没发誓吗？没有。你们怀疑是我向那个组织泄密，你们竟然怀疑我！高副当主，我们不是怀疑你，我们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大家都发过誓了，唯独你没发。我现在发誓也不晚吧？如果我在这段时间里和那个组织的人有任何联系，必走！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有雷声？晴天炸雷，看你如何解释。怎么不继续说了？是怕被雷劈死吗？没想到你竟然是叛徒，怪不得帮主的策略都不起效果，原来是你从中作梗。我没有背叛帮会。那你有本事把誓言发完，发毒誓。发就发，我没有背叛帮会，我问心无愧。够了！副帮主怎么可能是叛徒？你们忘了副帮主费尽心思的帮我们分析了吗？我们现在的策略，至少有一半是副帮主所想。他若是叛徒，怎么可能帮我们这么多？刚才只是碰巧遇到了一声冬雷，我们难道就能无视副帮主的辛勤付出，去怀疑他是内鬼？照你们这么说，我觉得我比副帮主更像内鬼。对不起，帮主、副帮主，是我们欠考虑了。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们的帮会好，但我们要将自己手中的武器移至对外，而不是在这里起内讧。既然李正通和智多多能找到玄天令牌，我们也一定可以。只要我们明天再加把劲儿，说不定就能找到2块，甚至3颗。只要我们永不放弃，坚持到底，玄天令牌就一定属于我们。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努力，努力，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大家现在回去养精蓄锐。我希望明天能够通过你们，看到玄天令牌到底长什么样子。今天你们因帮会而光荣，明天帮会因你们而骄傲。帮主，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卧底？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懂卧底，你长得不像。帮主，我刚刚还怀疑过你，你却还以德报怨，在关键时刻为我作证。与你相比，我真不是个东西。不要再疑神疑鬼了，你相信大家，大家才能相信你。我以后定为帮会抛头颅，洒血血，一定要将那个神秘组织连根拔起。大可不必。那个组织也没什么错，人家也是靠实力跟我们公平竞争。抱歉，我忘了，这几天天天想这事儿，都快把那个组织当成假想敌了。你到底是多么恨我？你应该是太累了，回去休息一下吧。好。奇怪，今天旺财他们怎么没来？旺财，旺财，旺财，难道是还没上线？丧彪！今天你们怎么没来？
我看清了男子的面容，正是负责此次活动的长老。这次真的是踢到铁板上了。我说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原来是你们这几个小家伙在捣乱。说，你们偷令牌是想要干什么？那些令牌都藏在哪里了？如果你们不说，那我便将此事告知你们族长。愚蠢的人类，有种你去一个试试！我看在你们年纪尚小，就先不追究你们的过错。不过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们不准再捣乱了，不然我就只能上报宗门，将你们全部关到春节后。一年就这一次换臭豆腐的机会，你把我们关起来，这不完了吗？旺财他们闯了这么大祸，这个长老竟然只是口头教育一番。旺财到底是什么灵兽啊？面子这么大！刚刚长老说要找族长告状，难道旺财属于一个强大的种族啊？莫非旺财就是传说中血脉强大、背景强的三强神宠？神奇！这次我竟然能听懂这些小狗在说什么，这是旺财给我增加的翻译功能吗？牛逼！不好了，任务失败了！族长驾到！哦，好大一只狗！吵什么吵？天塌下来了！族长，天没塌下来！天没塌下来，都在这狗叫什么？今天的臭豆腐没了！你不是说天没塌下来吗？是谁抢走了俺们的臭豆腐？御兽峰养的那群小老虎，还是炼丹峰养的那群小狮子？看来3天没揍他们，他们觉得自己长本事了是吧？龙有逆鳞，犬有臭豆腐，敢动俺族的臭豆腐，简直找死！错了，族长，不是他们，是一个外门长老。哼，连他们那2个小卡拉木也不敢。天杀你的外门长老！他想吃臭豆腐不会自己去买吗？抢俺们的臭豆腐算什么本事？孩儿们，抄家伙干他丫的！族长，错了，又错了！丧彪，哪里错了？咱们被欺负了，就要狠狠地报复回来。你要配得上你这个名字，不要当一只懦弱的狗，不然你这个名字将被赐予族中最勇敢的幻梦犬，赐给伟大的幻梦犬族族长，最勇敢、最强大的幻梦犬之王。其实起初我是极力反对签订契约的，俺们可是尊贵的幻梦犬。他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也配，但看到丧彪带回来的臭豆腐明显更多后，俺就妥协了。哎呀妈呀，这臭豆腐简直味儿太正了，俺感觉来自祖先的上古血脉正在苏醒。如果不是得知那小子不再与其他灵兽签契约，俺都想亲自上了。不对，俺好像跟宗主签订契约了。没关系，先把宗主干掉，再去签订契约就好喽。不是那个长老抢我们的臭豆腐，是我们抢令牌时被他发现，令牌没抢到。族长，不是我懦弱，是咱真不占理啊。这样啊，我竟然在一张狗脸上看到了尴尬的表情。这个该死的外门长老，玄天令牌这么多，送给俺们几块怎么了？要是东西没抢到，就恼羞成怒去打人，我们幻梦犬族的脸还往哪儿搁啊？俺们虽然是狗，但俺们也是讲道理的狗。今日份的臭豆腐看来要泡汤了。哇，臭豆腐，没你我可怎么活啊？都把吐出来的舌头给俺收回去！哼，不就是一块臭豆腐吗？瞧你们那个狗样！幸亏昨天俺还留了半块臭豆腐，哼，俺不愧是狗群中最有先见之明的狗。哼，族长，我有一计可以获得臭豆腐。快说！咱们抢不到令牌，咱们可以直接去抢。汪汪汪汪！没抢到令牌，那肯定就是来抢臭豆腐了。合着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旺财有脑子，但不多。打马赛克你就只打那一点啊？实在不行，明天俺亲自出马，定能万无一失。族长，这样不妥。既然已经被人发现了，您再出手，就等于是跟宗门对着干了。看来这族里也有聪明的狗啊。那怎么办？难道真就吃不到那臭豆腐了？族长，想获得玄天令牌，可并非只有抢夺这一种方法。要知道，玄天令牌本就是藏在各处，
让大家寻找的。既然那些宗门弟子能找，我们为何找不得？对啊，俺们也可以去找啊！而且就算被看见也无所谓，咱们是遵守规则的。众权听令，出岛寻派！刚刚有一小段我突然听不懂他们说话了，旺财，你告诉我他们说的什么？行了，不逗你了。你们幻梦犬族在宗门中算是什么地位？我待会儿去藏经阁查一查吧。你们这是准备全族出动去寻找玄天令牌？你们能猜出玄天令牌藏在哪里吗？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其他弟子去哪儿，你们就跟去哪儿。还不算笨，但是你们数量也不多啊，找到的希望不大吧？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鼻子灵，能闻到玄天令牌的味道？这有点不靠谱啊！有修士嗅觉敏锐，还有丹药能提升嗅觉，如果能闻出来，早就被找光了。算了，先看效果吧。这位同门，请过来登记一下。师姐，进藏经阁需要登记吗？平时不用，不过最近百世通前辈正在闭关，进入就需要登记了。之前百世通前辈从未闭关过，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了，都闭关2次了。好吧，师姐，不知记载幻梦犬的书籍在哪个方位？普通介绍在1楼西边第2层，详细介绍师弟你暂时还没有权限查看。好的，谢谢师姐。这么多，突然有些想念百世通前辈了。就一个破问题，需要闭关这么长时间吗？想必这里面应该有详细介绍，先看简介吧。没了，这就没了？你啥都不知道写毛书啊？这种写书方式我一天能写100本，写个书名就把名字写在第一作者后面。脸呢？没脸4张白纸贴上也行啊。这无耻程度绝对差评地，还他妈是比评，我服了他。活着最好别让我曾遇见你，我背你，不然一定把这本空白书呼你脸上。哼，论无耻，谁能比得过我？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难道我遇见的是假幻梦犬？这么强，渡劫器是世界天花板，怪不得能当护宗神兽。这哪是买臭豆腐顾客，这是金闪闪的大腿啊！只要搞好关系，以后宗门谁敢惹我？想和全族交好，只能靠臭豆腐，但不能给太多，得让他们完成任务换取。这样稍微慷慨一下，他们就感恩戴德。我真是太威逼了，接。小狗狗，你真棒啊！小小人类也配碰伟大的幻梦犬大人？你不过是个卑贱的厨子。今天你是第一个送令牌来的，我多给你一份臭豆腐做奖励，不要告诉其他小狗哦，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人真好，快摸我，随便摸。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不要忘记我们的羁绊哦。成功获得一只幻梦犬的友谊。好家伙，7块令牌找到3块了，有点本事啊！很好，你们2个并列第一。作为前2个给我送令牌的，我特地各自多做一份作为奖励，不要对外说哦。多出来的一份臭豆腐，就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以后我被欺负了，你们可要帮我。积少成多，积少成多，要不了多久。幻梦犬就可以为我所用了。接，幸亏我不是反派，不然已经可以谋划偷家大业了。至于剩下的2块，听说已经被其余弟子找到，也就不再惦记。不过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1天，一天丢失2块，11天那就是22块。我竟然在无形之中损失了2200个贡献点，痛，心太痛了。我要找一个既能获得全部令牌，功能上又不违反规则的方法。这漏洞有点多啊！帮主，可算找到你了，你原来在这儿啊！高副帮主，好巧啊！帮主，好消息啊！你猜怎么着？怎么了？
今天我们帮派一次性找到了2枚玄天亮牌，现在帮派里所有人都乐坏了。合着幻梦犬漏掉的那2块将牌，都被自己帮会的人找到了。快走吧，现在大家都等着谢谢你呢。行吧。帮主来了，快鼓掌！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因为从明天开始，你们可能再也没机会找到玄天亮牌了。那个，我听说咱们帮辈今天找到了2枚玄天亮牌。帮主，多亏了你，我才能找到玄天令牌啊！你俩这是要交换令牌，原地结婚啊？你们能找到令牌，是因为你们的坚持和运气，和我没关系的。怎么没关系？本来我昨天都要放弃了，多亏帮主的那番话激励了我，让我坚持下来。俺也一样，帮主，没有您，我肯定与这块令牌无缘啊！对了，帮主，我们都是杂役弟子。帮主说的对，咱们杂役弟子虽然天赋不行，但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大家再努力一把，争取把神秘组织的令牌全部夺回来，让神秘组织一块令牌都拿不到。我这张该死的嘴啊！闲没事激励他们干啥？这次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杂役弟子是吧？别让我知道你俩打扫哪个区域，不然我天天带着旺财去拉屎。今天各位做得很不错，我希望大家能将这股劲头坚持下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忙碌，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先不参加聚会了。以后这个聚会由副帮主主持。帮主，我们舍不得你啊！对啊，副帮主有什么能力？他也配主持聚会？你捧人就捧人，没必要踩着另一个人捧吧？行了，我只是闭关一段时间，又不是死了。以后这个帮会会一直存在，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有事也可以来找我帮忙。大家今天先回去养精蓄锐吧，明天继续加油。帮主，今天还没喊口号呢。努力，努力，努力！加油！加油！加油！旺财丧彪，来找我一趟，我给你准备了臭豆腐。别卖萌了，这2份臭豆腐是给你吃的，剩下的2份你全带回去，明白吗？等旺财在族里地位提升，统一了幻梦犬族，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旺财，你回去告诉你们族人，以后找玄天亮牌时，先把在场的所有人拉入幻境，再慢慢寻找。规则上没写不准干扰，幻境那么真，弟子们在里面白忙活也找不到，情绪价值拉满还不容易惹事，我简直太完美了。旺财，你现在的实力对应修仙者的什么境界啊？金丹，你已经达到金丹老祖的境界了。这傻狗居然这么强，那我族长是什么实力？你知道吗？我听不懂啊，你直接在幻境中给我翻译过来。上次那个幻境中，不是你给我翻译的？不是旺财，那只能是幻梦犬族长做的。你给我构造幻境时，你族长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我懂了，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族长到底知不知道你在构建幻境？那就是知道了。看来是那位在暗中帮忙。原来那个打马赛克只打几个字的笨蛋，不是我家旺财啊！谢天谢地。对了，我当时问你，你眼珠子撇一边，心虚什么？你上辈子是拨浪鼓吗？只会摇头。唉，简直跟李正通一样蠢。爵哥，你叫我啊？
好可爱的小狗啊！杰哥，这是你新养的吗？这什么味儿，哥？你家茅厕炸了吧？怒气值加1。杰哥，你不会是在家里炸屎了吧？怪不着最近我在家里总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儿，我还以为有人使坏，偷着往我家溜屎呢。没想到是从你家传过去的。我这是臭豆腐，不是屎。臭豆腐？难道是屎做的？不能跟傻子计较，臭豆腐跟屎没有任何关系。你要再瞎说，我叫旺财咬你啊！旺财，这傻狗断奶了吗？还咬我！啊！我的屁股！狗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走狗啊！你再不松口，我可要对你动手了！狗爷，你饶了我吧！我刚才说着玩呢。旺财可是金丹期，你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爵哥，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跟旺财还有正事要聊，你先一边待着。爵哥，那我先回去换身衣服了。回想刚才，族长好像只强调了臭豆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族长是不是想要你的名字？慢一点比划，我也看不懂你想说啥呀。爵哥，旺财是想说，全族都想要他的名字，尤其是他族长。有正门不走，你翻墙干什么？翻墙这不是方便吗？全族都想要的名字？你们族长没有名字吗？这么想要你名字？什么意思？旺财的意思是，族长有名字，但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你能听懂？唉，在下听不懂。不过在下曾学习过一门灵兽行为学，可以猜测灵兽的意思。这么牛，旺财，童子他猜的对吗？谢谢狗哥。怎么感觉我跟摁个聋子一样啊？你们在说什么呢？没什么，就是狗哥说我懂事儿，以后不咬我了。不是，旺财就汪了2声，你整出这么多意思啊？灵兽行为学不靠言语，靠的是对灵兽动作的解读。刚才这傻狗除了眼皮翻了翻，根本没动作吧？旺财，你族长叫什么名字？旺财说他的族长叫狗蛋儿。这个名字很好记。不对，狗蛋这2个字，你也能通过灵兽的动作解读？说你是不是能跟灵兽交流？旺财，咬他！我先给他的衣领里塞一颗炼体丹，你再咬。爵哥别，我承认我确实能听懂旺财说话，不过并不是所有灵兽我都能听懂，我只能听懂狗类灵兽的语言。早承认不就好了吗？嘘，这关乎我家的一个小秘密，我爹不让我对外说。爵哥，你可千万别往外传啊！放心，我可是玄天宗小死嘴。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消息来到我这儿，都会死在我嘴里，绝对不会外传。哼，简称死嘴。既然是李正通家族的秘密，我也不再询问。既然你能跟旺财交流，那你就在这儿给我们当一会儿翻译吧。遵命。你族长想改个名字的心情，我也能理解。这样吧，我给你族长取个新名字，省得他总是惦记你的名字了。
你是不是傻？你只需要给我翻译就行。哦，我还以为旺财也听不懂你说话呢。把这个拿回去交给你族长，这是我送给他的名字，看看他喜不喜欢。只要收下，可就欠我一个人情了。以后不把族长位置留给旺财，他好意思吗？嘿嘿，我倒不担心族长拒绝，天底下没有比狗蛋更难听的了。不知道哪个人才起的，哪怕叫来福也比这好听啊！畜！一声是响，两声是骂，都几千年过去了，谁还在想我？畜！竟然响了2次！旺财，你族长如今是什么修为啊？旺财说他族长是天底下最强的。得，问了白问。行了，旺财，你先回去吧。他说好的。这次收获如此丰富，那些小母狗肯定爱死我丧彪了。你今天是有什么好事吗？这么兴奋？爵哥，你猜得真准！我今天终于布置成功了一个阵法。是吗？你那阵法在哪儿呢？有什么功能？在我院子里呢。你这么爱翻墙，直接在墙上砸个洞不更方便？那不行，爵哥，你院子里的那股炸臭豆腐味我受不了，这个院墙还是留着比较好。这个阵法名为反重力阵，阵法范围内的所有物体的重力都会减少90%以上。若是这阵法能伴随人移动，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速度了。这个我暂时还做不到，不着急，慢慢来嘛。今天还是要恭喜你的，要不我做份独家秘制臭豆腐，送给你做礼物。爵哥，可以换个礼物吗？可以。最近我又炼制出一种新丹药，要不作为礼物送给你？爵哥，一份臭豆腐是多少啊？可以量少一点吗？瞧你这样，不逗你了。去抓几条鱼，晚上给你烤着吃。爵哥，河里结冰了。东捕，听说过吗？活动第6天，提示词如下。今天有人找到令牌吗？没听说过，反正西门大桥那边没有。我这边也没有，我们就差把那个广场给拆了，就是没找到令牌。今天令牌不会又全被神秘组织拿走了吧？好想念帮主啊，没有帮主，喊口号都没劲。我这办法就是好啊！修仙界不只是打打杀杀，关键时刻要动脑子，知识就是力量。谁能告诉我，今年幻梦拳为什么对玄天令牌这么感兴趣？谁能告诉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活动规则到底是谁写的？为什么不禁止灵兽参加活动？为什么不添加任何人不可干扰，其他活动者寻找令牌？这些最基本的规则都想不到吗？都抬起头，回答我，是谁制定的规则？现在都不敢承认了是吧？长老，规则好像是您亲自制定的。都低下头，快想办法！看我干嘛？我脸上有办法吗？要不我们直接向内门举报？不行，绝对不行！内门很忙的，这点小事还需要去跟内门告状？这不显得各位很无能吗？这个活动涉及到上万名弟子，随便更改规则，这些弟子以后会如何说我们？会说我们朝令夕改，会说我们没有信用，会说我们考虑不周。到时候试问我们各位的脸往哪儿搁啊？是长老你的脸往哪搁，关我们什么事？这个办法不行，大家重新想。长老，实在不行，你去御兽峰给六长老送点礼，让他帮忙先把幻梦犬封禁一段时间。你
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幻梦犬那可是神兽，你想封禁就封禁啊！而且现在幻梦犬这么喜欢令牌，等他们出来后找我们报复怎么办？你们想自己一觉醒来，家门口全是狗屎吗？而且幻梦犬还能利用幻境将狗屎隐藏，等你啥时候踩上去，啥时候才能看到？你们知道那种情况多么令人崩溃吗？长老，冒昧的问一句，您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当然是我有一个朋友。跑题了。你们赶紧想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王英俊一生顺风顺水，自小便检测出极品灵根，一举成为最年轻的外门长老。但时运不济，冲击合体失败。为了散心，接了个最简单混资历的春节活动，谁成想短短几天问题不断。今年怎么这么倒霉？总感觉有人在针对我，莫非是因为9月份我装成普通人下山喝豆腐脑，结果遭暗算第一口是甜的，破了气运，怪哉呀！长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无为而治。什么意思？就是实做，什么都不做。既然规则允许灵兽参加，允许干扰其他人，那幻梦犬的所作所为就没有问题。你说的轻松，那些弟子天天找不到令牌，不得闹事啊！他们闹事是因为以为找不到是我们原因，我们只要告诉真相，将仇恨转移出去，他们自然不来找我们了。你说的对呀，我们只需要告知他们真相，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应对的方法就好了。幻梦犬可以干扰，他们同样可以干扰幻梦犬啊。他们找不到令牌，那是他们技不如狗，和我们没关系。虽然会影响下一年积极性，但这活动我就只管1年，下一年如何，和我没关系喽。我知道了，提示司所指示的位置应该是星月大道。老王，你说宗门这是抽哪门子风啊？好好的活动让幻梦犬加入，咱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去跟守护神兽比啊？我看宗门压根就不想让我们找到令牌，跟幻梦口正面竞争基本没戏。不过要说没有一点希望，那也未必。老王，你有办法就赶紧说呀，别藏着掖着。幻梦犬能拉我们入幻境，这点确实无解，但它有个致命缺点，脑子不好使。找令牌要靠脑子，幻梦犬只能跟在众人后面。咱们抄近道，跟大部队打个时间差，在幻梦犬赶到之前寻到令牌就可以了。妙啊，老王，你这招可以啊！别从主路上走，我知道一条小路，从明月广场过去，至少能节省1刻钟的时间。好。老王，明月广场什么时候开始施工了？而且还施工这么长时间，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清楚，我也一点印象没有。算了，找令牌要紧，等年后再查一查吧。今天再次拿下7枚令牌，美滋滋。算上今天的，我现在手上已经有43枚令牌了。一人拿10枚，性价比最高。宗门奖励1件灵器，多拿浪费。我打算给李正通和小智各10枚，咱们3人各拿1件灵器。那么多余的就浪费了，找小四他们不安全，容易泄密。唉，令牌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啊。
我想到多余的令牌该怎么处理了。今天是人族修士与幻梦口正式开战的第一天，玄天宗晚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就知道那个姓高的不能留。人类的反击早有预料，但在绝对力量面前，阴谋诡计都是徒劳的。以我的智慧都想不出应对之法，其他人更没希望。绝大多数令牌依旧会落到我秦绝大帝的手中。加上今天的6枚，手中已经积攒了49枚，感觉数量差不多了。明天开始实施第2步计划。爵哥，你叫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今天有件大事需要你们俩帮忙。今天我需要你们当我的保安，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没问题。既然没问题，那就把这2枚丹药吃了吧。爵哥，不是说保护你的安全啊？为什么要吃丹药啊？废话嘛！看看你们这小身板，我一个炼气6层，需要你们一个炼气2层，一个炼气3图保护。爵哥，就算我们吃下丹药，也强不到哪里去。对爵哥的丹药已有阴影，能不吃绝不吃。你们变成星星，最起码看上去威慑力十足啊！放心了，这就是大力丹而已，不是什么新丹药。我秦某人什么时候坑过兄弟？趁着现在没人，赶紧吃吧。等事成之后，给你们每人几百贡献点作为报酬。好吧。咬死我啦！换了，我拿错丹药了。刚刚给你吃的好像是炼气丹。抱歉哈，这次我一定检查好。不错，这样就有威慑力了。等有人之后，你们就站在我旁边秀肌肉就可以了。虽然知道爵哥有很多，但这视觉冲击也太大了。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待大款上钩了。奇怪啊，这里人流稀少，从未有人摆摊，竟然是灵兽？难道是玉寿峰的弟子？他们不是被禁足6个月吗？这么快就出来了，裹得这么严实，看来生怕被认出。如果是玉寿峰的，我立刻举报。这位同门，你要买玄天令牌吗？这些都是玄天令牌，你莫非就是那个神秘组织的老大？大家都认为是神秘组织控制幻梦犬寻宝。我只不过是个打工的而已。敢明目张胆卖令牌，绝对不是玉寿峰那群胆小鬼。这玄天令牌可以售卖，反正规则上并没有禁止售卖。那这玄天令牌怎么卖啊？我这令牌不单卖，一次性要买10块。10块？我可没这么多贡献点。这里没多少人经过，你摆摊最好去集市那边，这里安全就行。我怕有人抢，而且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卖这东西还会缺人？售卖玄天令牌这么炸裂的事，肯定会被疯狂传播。那你好好卖，遇到什么情况随时呼喊我们执法队。多谢兄台。我操！哇，竟然真是玄天令牌！你天，那些找不到的令牌，竟然在这里！王八蛋！你们组织叫什么名字？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我操，这不是高师兄吗？有本事出来跟我们碰一下呀！光我帮主一个人就能团灭你们！这姓高的属实是对神秘组织恨之入骨啊！别跟他废话，我们直接把他身上的黑布撕掉，看看跟我们作对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头皮有些痒。玄天令牌，谁寻到便是谁的，这是规则。既然宗门没有出面，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没有违反任何规则。各位找不到令牌，只是技不如人，为何还有脸在此大吵大闹？菜就多练，玩不起就别玩，懂？你找幻梦犬帮忙，你臭不要脸！幻梦犬是护宗神兽，
就在那儿摆着。你有本事，你也可以请他们帮你寻找令牌啊！大家的资源是一样的，你用不了，还不让别人用，别人都有义务让着你不成？是不是别人修炼速度比你快，也必须停下来等等你啊？你好一个牙尖嘴利之人，恐怕只有请帮主亲自出马，才有胜算。大家如果有意见，完全可以去举报。我来此也不是来与大家吵架的，而是要将这些玄天令牌卖出去。这令牌怎么卖的？10块令牌为1份，1份售价2000贡献点。你想钱想疯了吧？10块令牌只能兑换1000贡献点，你卖2000贡献点，你要是能卖出去，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我买。哪个不长眼的东西，跟你朋友我作对，想找死不成？周哥，我不知道是你，竟然是炼丹峰的周书海，他疯了，要花2000贡献点买10块玄天令牌。人傻钱多罢了。你懂什么？你知道集齐10块玄天令牌有什么用处吗？就在这儿乱说。当然是能够讨道侣欢心了。你们没听说过昨天突然火起来的一句话吗？爱他就送他冬天里的10块玄天令牌。昨天没白忙活。你们难道忘了，一个人拥有10枚玄天令牌，宗门就会额外奖励一件灵气法宝。老弟子都知道，这奖励好像从未有人领到过。发放100多块令牌，上万人参加，概率只有1%，这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大家都把这奖励给忘了。原来如此，多出来的1000贡献点，相当于买一件灵宝法宝。我买1份。这炼丹师都这么有钱吗？我还怕2000太贵，没人买得起。低估了大家的财力，下次可以卖得再贵一些了。2000贡献点到账。宗门奖励的灵气法宝是什么级别的？1000贡献点值吗？灵气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周书海，这是一场豪赌啊！1000贡献点都能买黄阶上品法宝了，若是奖励黄阶中品或下品，他就亏大了。我觉得宗门奖励的法宝最低也是黄阶上品，大概率是玄阶法宝，花2000买稳赚不赔。那你赶紧去买啊！开玩笑，我上哪儿弄2000贡献点啊？我们几个可以借给你啊。那我也不买，万一赔了怎么办？宗门奖励肯定不会太差，越难的任务奖励越丰厚，大概率是玄阶法宝，最差的玄阶售价也在2000左右。帮会近100人，一人出20就能买10枚。如果奖励玄阶下品，纯挣1000，利润高达50%，值得一试。找令牌哪有买令牌挣得多？这还有多少令牌？还有最后10块，能不能先给我留着？我回去筹钱。不能，不过你可以预定，以后若还有令牌，给你优先购买权。可以，怎么预定？支付10贡献点作为定金，如果以后我们不再售卖，原数奉还。如果我们继续售卖，而你不再购买，定金不归还。别付，小心是骗子！你看他裹得这么严实，以后就算不卖了，你也找不到他呀。哼，随手卖20块令牌的大组织，会在乎你这10点？下次售卖时间是5天后凌晨，还是在这个位置？我知道了。收摊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这个活动过去几百年就没人买过令牌，怎么偏偏今年被我给摊上了？怎么感觉一直有人在针对我？长老简直太倒霉了，以往都没出过乱子，今年第2天抗议，然后幻梦犬杀入，现在连买卖令牌都出来了。到底是谁非得逮住这一个活动霍霍？为长老默哀。你们都说句话呀，想想办法，怎么解决此事？长老，这事没法解决啊！
咱们的活动规则上只说了禁止抢夺，但并没有禁止买卖啊！弟子们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咱们干预不了。这还用你告诉我？你觉得我想不到这一步吗？最近几天都不敢修炼了，刚突破失败又遇糟心事，真怕一修炼走火入魔。实际上这件事解决起来很简单。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啊！快说快说！很简单，既然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咱们就不需要干涉。唯一需要解决的便是灵气问题。照现在这个发展情况，怕是要准备10件灵气才稳妥。这我当然知道，关键是咱们的活动预算不够啊！预算最多只够买2件。这很容易解决啊！快说，应该怎么解决啊？长老您自掏腰包，把不够的预算补上就可以了。我的积蓄全在冲击合体阶用光了，还欠了外债，这几个月工资全用来还债，连去食堂吃饭都不敢，嘴里都快淡出鸟了，哪有钱买法宝？长老，你没事吧？快，谁有治疗丹药？我有，不过我这个丹药有点贵，是我留着保命用的。别心疼了，反正长老有钱，等长老醒后给你报销，说不定长老一高兴还能多给你报点呢。快把你那颗很贵的丹药收好！长老，你没事了吧？要不要我出去找人给您治疗一下？千万别叫，我没事的。冲击合体期时受了些内伤，等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等你们以后冲击合体期时，就明白我现在的感觉了。我们这辈子可能连元婴期都达不到，谈何冲击合体期？那个，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您自掏腰包购买灵气。长老，您没事吧？快，丹药！没事了，没事了。可能是最近这个活动搅得人心烦，导致气息有些不稳定。我喝口水休息一下就好了。除了自掏腰包购买灵气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了？当然有，有你怎么不早说？吓我一跳！快说！长老，您可以凭借敏捷的身手去武器店偷几把。想被逐出宗门，你就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长老，我刚才开玩笑的。我还有一招，咱们就只准备2件法宝，他们谁的玄天令牌多，咱们就奖励给谁。那岂不是违背活动规则了？违背又能如何？大不了咱们被人骂几年，大不了我们再也不干活动人员了，大不了长老您成为内门长老的时间向后延一下，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你的建议很好，那你觉得我应该去偷哪家武器店呢？长老，使不得啊！什么使不得？长老，依我所见，就望铁宗在此开设的百器墙最好偷。这是我绘制的平面图，你就从这儿进去。2楼不要走楼梯，有人看守。您直接跳上去就好。偷到后，警报和防御阵法全开。不过按那阵法等级，困不住您。没人想到化神期大圆满会去偷玄阶武器，您用蛮力轻松破开。随后您从后门出去，御剑朝西北方冲，到枫叶广场向东3分钟躲入深山就安全了。法宝上有标示，我认识个朋友专门干这个，可以推荐给您。还有，百器阁内有5颗流影球，图中标记了，建议您一进去先击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汪帅。长老不必表扬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哼哼，汪帅是吧？了解的挺详细啊。你是哪个峰的？神游峰。神游峰以步法为主，跑得快。对上了，跑得快，对百器阁还这么熟悉，没少偷吧？把赃款拿出来分我一半，我就不举报你了。没有，长老，虽然我毕生梦想是成为一名大盗，劫富济贫，伸张正义，但我真的没开始偷。准备的这么充分，你会没有行动？肯定没有。那防御阵法我攻不破，破阵符太贵买不起。一名真正的大盗，在没有万全的准备前，绝不动手。待会儿开完会，你去执法队那边先留一下案底，提前蹲一下大牢，省得到时候找不到你。长老，我这是在帮你，你不能出卖我啊！按照我说的操作，绝对万无一失，一举解决您的烦恼。那个，打扰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据我了解，咱们宗门自己的武器店铺
好像防御力量更低，应该更好下手吧？我可是一位有原则的大盗，绝对不对自家人下手。当然，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什么原因？偷宗门自家东西，执法队是真传啊！行了，大家不要跑题了。就算百气阁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你也不能偷刀。有这想法就是错的。你这张图纸，我直接没收了。如果你真想当大盗，应该把目光移到魔修身上。长老说的是，可惜我准备这么久，还是让百气阁逃过一劫。回归正题，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品批的灵气作为奖励？我好算算，应该应该花费多少贡献点？之前有记载，奖品应为玄阶灵气。以长老的财力，我建议准备最好的，全部安排玄阶上品利器，也显得我们活动大气，冲散负面影响。玄阶上品。长老，你没事吧？没事，我喝水呛到了。长老，您刚才好像没喝水啊？烟唾沫呛到了。我还以为您是嫌灵气太贵了呢。开什么玩笑？长老可是化神期大圆满，别说玄阶，地阶法宝也是手到擒来。是吧，长老？贡献点我还是有一点的。玄阶上品不是买不起，而是感觉没必要。外门弟子不到金丹期，灵气再好也发挥不出效果。就算发挥不出效果，我们依旧准备最好的，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活动组的大气。合着不是你掏钱是吧？行了，买什么级别的灵气，我自有决定。大家都散了吧。是长老。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原本每人集齐10枚令牌，买灵气的预算都会余出来，大家分掉。我作为总负责人分得最多，谁曾想短短几天变数这么多，贡献点没到手还要倒贴，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等等，虽然我是总负责人，但也不是只有我一人负责。为什么预算不足时，只让我一个人掏钱？靠！我被汪帅这家伙误导了。如果有剩余贡献点，肯定是人人有份。不足时，也应该大家一起摊钱啊！最多我掏的钱多一些，但也用不到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吧？我可是最年轻的外门长老，未来必定踏入合体期，成为内门长老。现在若把他们喊回来，要么暴露我非常贫穷，要么会被误以为是小气之人。王英俊背地里是个极其小气之人，预算不够，需要他补缺口。这点贡献点对他9牛1毛，他竟然让跟着他干的弟子掏钱填补窟窿，简直是铁公鸡！为了以后的好名声，这个贡献点还是我自己掏吧。柿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再多借点吧。这种歪门邪道还是不可取啊！既然玄天令牌可以买卖，那我为什么不找人收购呢？奖励的至少是玄阶灵气，就算花2000贡献先，也是稳赚不赔。哎呀，最起码可以挽回一点损失。我是负责人，不能参与，但我有徒弟呀，让徒弟收购不算违规。当天晚上收获7枚，第10天5枚，
第11天，6枚。至此，宗门总共发放了77枚令牌，有67枚被我拿到，其余弟子加起来只有10枚。自从我卖令牌后，宗门出现了不少高价收购的组织。李正通和小智各有1枚令牌，现在天天有一大群人在他们洞府门口转悠。1枚令牌已经从100点炒到了200点，与我10块令牌的单价相当了。虽然我有充足的资金，但不参与这场狂欢，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很快，我秦某人便让各位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第12、13天，总共收获14枚令牌。至此，我已经得到81枚令牌，去掉卖掉的20枚，手中还现61枚。我买10块令牌，2000贡献点立刻给你。喂，懂不懂先来后到？明明是我先来的，要买也是我先买。玄天宗不缺聪明人，很多人嗅到有利可图，筹集资金准备大赚一笔。大家不要急，5天前预定的2位在现场吗？我在。拜托，兄弟卖我一套，我借的高利贷啊，买不到令牌就要破产了。兄弟，别卖给他，我比他惨多了。不知道那个傻家传播的，爱他就送他冬天里的10块玄天令牌。现在我道侣天天问我要令牌，说是我搞不到令牌就要离开我。兄弟，宁拆10座庙，不拆一桩婚啊！大家先不要着急，现在我手中只剩下最后1份，而想要令牌的最少有20人以上，所以，我无法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买上令牌。我来的最早，应该让我先买。哼，你放屁！我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才是来的最早的。别吹牛了，我昨晚就来这儿等着了。哼，你们谁能比我来的更早？不行，咱们就比一场，只有赢到最后的，才能有资格购买玄天令牌。比就比，怕你不成？大家先别吵，听我说。在卖令牌前，我想先跟各位普及一个常识：市场是由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当供大于求时，商品开始降价；当供少于求时，商品开始涨价。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按照市场规则，玄天令牌要涨价了。2000贡献点了还涨价，你们真是太贪了！你涨吧，我不买总行了吧？大家先别着急，虽然按照冷冰冰的规则理应涨价，但我们组织老大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帅气、非常善解人意的大佬，他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所以我们老大特意叮嘱我，大家既是同门，也是家人。既然是家人，那就不能太过分。因此，今天我们老大就为家人上福利。最后一套玄天令牌原价2000，现在不但不涨价，反而降价，降100不够，降500不够，降1000还不够。现在不要1999，不要1888，只需888，10枚令牌带回家。10枚令牌能换1000贡献点，现在只卖888，神秘老头脑袋进水了，还是良心发现？这跟白送有什么差别？还能得一件令利器，你们就是不要拿。各位别吵了，虽然这个福利非常劲爆，但可惜的是我们的令牌只剩下最后一套，这一套给现场任何一个人，想必其他人都会不服气。所以呢，我绞尽脑汁想了一夜，最终想到一个绝对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法，绝对让大家心服口服。上道具。这个箱子里有很多小球，小球分白色和黄色2种颜色，摸到黄色小球便可获得购买资格，每个人有1次免费摸球的机会。使用完以后，再次摸球就需要支付10贡献点。介绍5个新人来参加活动，可免费获得1次摸球机会。摸球期间禁止使用精神力探测，一经发现直接淘汰。现在想参加活动的人排好队，过来登记。
直售再挣几个钱，想挣大钱还得是搞抽奖。我们亲眼看见爵哥往箱子里倒了整整10万颗白球啊！这些排队的人，今天怕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先不要着急摸球，等所有人都报上名后再统一进行。2000人报名，只有1个获奖名额。虽然中奖概率比找账牌还低，但奖励太丰厚。行了，人数已满，剩下的人可以暂时离开了。拜托，让我报个名吧，我也是你的家人啊！就是啊，你不是说这是家人的福利吗？我们也是家人啊！抱歉了，各位，这次机会有限。不过以后我们组织还会继续给大家安排福利，希望下次大家还能这么积极。我叫10贡献点，你让我摸一次行不行？规则就是规则，大家只能凭运气摸，禁止使用精神力以及其他手段进行作弊。没报上名的家人们可以进行监督，谁发现有人作弊，就可以顶替他，并且额外赠送3次摸球机会。好了，大家按照报名的顺序排好队，开始摸球。这不公平！前面的人若是直接抽到黄色小球，那我们不就白报名了吗？此言差矣，已经被抽到的白球是不需要放回木枪的。虽然前面的人占据先机，但越往后抽到黄球的几率就越大，只能说各有利弊。原来如此，黄色小球肯定不会轻易被抽到，我排在后面抽到的几率才更大。先让前面的大冤掌们垫一垫。哼，几率大有什么用？等我把黄球抽到手，后面的人连抽奖的机会都没有了。后面的一群可怜虫，看好吧。第一位，王开明，邀请了10个新人，有3次摸球机会。好多小球，该选哪3个呢？没中啊！太好了，我们还有机会。刚才吓我一跳，看那架势，我还以为能中呢，原来是个小丑。我花10贡献粮，我想再抽一次。我感觉那个黄色小球已经离我不远了，那是一种命运的安排。第一次买彩票的人都会感觉自己能中大奖。付费抽奖需要等所有人都抽完后才能进行。如果你想要付费抽奖，请到队伍后方排队吧。快点吧！命牌那个黄球属于我，那个黄色小球注定是我的，玄天令牌也注定是我的。你们这些人存在不过是为了给我增加概率罢了。看我等下当着你的面把黄色小球抽出来。何浩，你邀请了5个人，总共有2次抽奖的机会。我感觉黄色小球正在向我靠近，快要摸到了，快要摸到了！我要举报他作弊！你干什么？你别想诬陷我！这枚戒指戴在手上，可以通过戒指感受周围的变化。刚刚他的手一直在翻来覆去，就是想通过这枚戒指作弊。各位戴上戒指一试便知。我这戒指这么隐蔽，你怎么知道我这枚戒指的作用？巧了，你这枚戒指就是我打造的，鄙人不才，正是炼体阁的炼器师，你发布的任务正是我领取的。哼，算我倒霉！箱子里的白色小球至少几万只数，别说随机摸了，就算倒在地上让你们找，你们都不一定能找到。都别在这傻乎乎的排队了。哟，某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喽。哼，一个喜欢作弊的小人，能说什么实话？你就羡慕我们吧。现在的韭菜都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都能自己寻找理由克服困难了。这位家人，既然你成功抓到一个作弊者，那他的名额便归你了。你可以额外获得3次抽奖机会，总共可以抽取4次。此外，再加一条新规则：摸球时禁止佩戴任何饰品。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平，可以理解。我这才是命中注定，本来都来晚了，可是，在命运的安排下，我依旧能获得站在这里的机会。这黄色小球不归我，还能归谁？我不能放弃，排队等付费摸球。下一位，你只有1次摸球机会。太可惜了，又是白球。如果想要付费摸球的话，可以去后面排队。算了，我可没有那么多贡献点。明智的选择。现在你可以去旁边抓作弊了。如果抓到，依旧会有3次免费摸球的机会。不愧是我秦某人的朋友，一眼看出这是个局，比其他人聪明。
太可惜了，早知道就不乱花贡献点了，不然这次梭哈说不定能中把大的。来来来，下一位，后面的人要加快速度了，不然今天进行不完。我放了整整10万个白球，抽中概率只有1001/1，容易抽到我直接退出江湖。不过大家都抽不到，反而更期待。有一半人都回到队伍最后，默默算起了钱包，白球变少，概率提升，概率越大，希望就越大，钱包就越大，这真是完美的正循环。这些修仙弟子第一次遇到新世纪商业计策的降维打击，失去分析能力，只想能赚多少。我今天就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哪怕掉下来也是砸死你。一个个太天真，跟江湖骗子比起来，我秦某人可善良多了。最起码裤衩子我就不要了。这位家人，请问您要抽几次呢？我先抽3次吧。好的，不过这边提醒您，如果这3次没抽到，您想继续抽的话，就需要回到队伍末尾重新排队。最后再提醒家人们一句，消费需谨慎。箱子里只有1枚黄色小球，就算抽不到，贡献量也是不会退还的。这我明白，先抽3次吧。白球没了那么多，现在列宗保佑，黄色小球盖到我手上了，我抓，给我中！又没中，前面赶快的，后面都等着呢。对啊，我的贡献点已经开始饥渴难耐了。这一定是命运的考验，如果我再多抽几次，早到手了。不能放弃，都花30点了，现在放弃血亏。我抽5次，我一把梭哈抽10次，我手上贡献点就只剩30点了，全抽了吧？都怪我实力太弱，如果强到直接开个钱庄现场借贷放款，不就能拯救这些失望的家人吗？这还是干1月才挣10点的贡献点吗？抢劫也没这么快吧？这就当学费了，提前给你们增加防骗意识。而且我不是骗，里面真有黄球，抽不到怪你们运气不好。大部分人当场破产或哭着收手。10万个前2轮总共抽出了8000个，平均每人50点，就这点人，箱里还有近9万个球。今天恐怕抽不到黄球了。已经抽出这么多白球了，怎么感觉还有那么多？这箱子里到底放了多少白球啊？放了1万颗白球吧，我觉得可能会更多一点，说不定有2万颗白球呢。哼，1/2太黑心了，估计也就1万颗左右，不过1/1000也低了。靠，我就说神秘组织怎么可能突然发善心？这就是个坑，以后再也不能信他们的鬼话了。虽然是个坑，但若谁抽到，也是一波暴富啊！哎，要是现在让加入就好了。你想的倒挺美，你现在要是加进去，前面抽奖的人不得当场发疯啊！战斗进入最终阶段，最后的胜利者就在我们之间产生。你是小王吧？我能和你合作一下吗？还能抽3次，抽不到就算了，3次太少了。这样，我再给你30贡献点，你抽6次。如果抽到利润平分，抽不到我就自认倒霉了，怎么样？行，成交。挺先进啊，这修仙界都已经学会入股了。赚不到你们的，这可是你们自己送过来的，我秦某人可就不客气了。老赵，缺贡献点吗？要不咱俩合作一下？各位，我再给家人们加个福利，如果活动进行到最后，都没人获得黄色小球，那这10枚玄天令牌将直接送给抽奖最多的家人。就这一招能把家底掏光，这就跟拍卖会叫价一样，每喊一次就要交钱。内卷起来吧，家人们！这箱子里到底有多少颗白球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箱子是老大给我的，我只是个干活的。冤有头债有主，待会儿你们赔光了别来打我。这次我要抽10次，抽10次就抽10次，喊这么大声干什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打10个呢。附上贡献点，抽吧。不是兄台，你这干嘛呢？这是我家族提升气运的法术，能够请求列祖列宗的保佑。看我把黄色小球抽出来！是这么快抽出来，我秦某人当场把脑袋拧下来给你踢。不，我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了。家人，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当了这么多年的外门弟子了，想必你肯定有了自己的武器，积攒了不少丹药，比那些刚来半年的杂役弟子
我懂了，我这就去卖掉我的武器和弹药。黄色小球一定是属于我的。哎，我不是那意思。完了，这孩子魔怔了。我只是想告诉他比杂役弟子强，没必要悲伤。谁曾想他……天啊！你这里面到底放了多少白球？我真不知道啊。没说谎，10万颗只是估计，谁会一颗颗数啊？靠！不会真放了2万颗吧？这也太黑心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放了多少颗，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放了2万颗。不是2万颗，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说你们组织虽然不是啥好玩意儿，但也不至于这么黑心。不过我们怎么一直都抽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啊。你老大不会是忘记放黄球了吧？这个绝不可能！如果里面没放黄色小球，我把我身后这2只猩猩的头给你们拧下来当球踢！那就继续抽吧，我会继续给你们记录次数的。崩溃啊！这个该死的黄球怎么这么难抽啊！不抽了，不抽了，一点贡献点都没有了，这就是个坑！我5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我要是再玩一次，我就是狗！兄台，你叫理查斯是吧？你现在的抽奖次数排名第2，离第1名只差3次。再给我来4次！这不还有点贡献点吗？后面排队去吧。要不是就在执法队门口，我这就跟你拼了！嘴虽然很硬，但身体却很诚实嘛，就喜这种有点小傲娇的样子。都让开！我要抽23次！你确定要抽吗？如果抽不到，你就要倾家荡产了。你要想好了。我只是想收点学费，没想把人整倾家荡产啊！我想好了。你确定？这箱子里有多少白球还不可知，可能只剩下1个，也可能还有几万个。现在放弃还来得及。我已经想好了，先把0头抽了，剩下的一把做梦。我愿用我好兄弟一辈子找不到道侣的代价，换我抽到黄球；我愿用我好兄弟一辈子突破不了金丹的代价，换我抽到黄球。我愿用。完了，这孩子是真魔怔了。中了，我中了！我赚大发了！不是，概率这么低你都能抽到？看着后面排队的几十人，我心中好痛。这波至少少赚几千贡献点啊！老王，你运气简直太好了！那是。请问你是？我是老王最好的兄弟。原来你就是害我少赚几千贡献点的罪魁祸首。这是多少啊，爵哥？10万，虽然没有预想的高，但还算可以吧。可惜这个活动只能进行1次，本以为能挣个几10万，没想到这帮外门弟子都这么穷，而且黄球抽出来的也有点早了。爵哥，为什么这个活动只能进行1次啊？咱们再凑10块令牌，不又可以继续进行了吗？你是不是傻？今天这么多人直接赔光了，以后谁还敢参加？你以为那些人都跟你一样蠢吗？小智，你去打听打听，现在都是哪些人在收购玄天令牌？咱们要进行下一步计划。爵哥，这我早就打听清楚了。目前到处收购的主要是一个组织和一个人。组织就是前几天大火的帮会，现在拥有5块。另一个人名叫赵黎明，是一个内门弟子。内门弟子？他确实是内门，据说达到金丹后期。我还打听到小道消息，这个赵黎明的师尊正是此次活动的总负责人王英俊长老的亲传弟子。哦，此言当真？不好说。那他手上有几枚玄天令牌？也是5块。赵黎明出价很高，昨天已经达到200点1枚。据说他今天会去找帮会商议，
准备高价购买他们手中的牌牌。200点的价格确实很高，他若凑不到10枚就赔惨了。看来奖励的灵气品质绝对不会亏。这是给你们的报酬，这2天辛苦了。爵哥，这是给我们的，这可价值2000贡献点啊！你觉得我在乎区区2000贡献点吗？爵哥，不，一步，请收我一半！滚滚滚，赶紧滚回去恢复人身，别在这耽误我时间。都出来吧，都闻到你们身上那股臭豆腐味了。你们真是太棒了！今天你们7个都是并列第1，全部可以获得2份臭豆腐。今天我们已经成功购买到10块令牌，这次一定能大赚一笔。不过现在我们手中有15枚，要想办法再搞到5枚。各位有什么办法吗？现在就李正通和智多多手里各有1枚，其余都被赵黎明收走了。该死的赵黎明，恶意抬价，扰乱市场！没有赵黎明，咱们早就集齐10枚了。我们先想办法把李正通和智多多手中的拿到手。根本没有办法，他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也根本不理我们，转身就走，态度就好像手里根本没有令牌一样。要不咱们去找帮主吧？帮主不是认识他吗？你们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吗？天天帮主帮主，没有帮主咱们这个帮会就没法运转吗？没了帮主，连口号都好久没喊了，感觉帮会已经没有灵魂了。不就是喊口号吗？现在就喊，努力努力努力！这口号也喊得没有灵魂，有种为了喊口号而喊口号的感觉，那还不如不喊呢。还是怀念帮主喊的口号啊！我们这群人是真难伺候啊！帮主现在在闭关，不要去打扰他。如果凑不到10块，咱们高价回收的令牌就赔了。各位师弟，不如将你们手中的令牌卖给我，我保证给各位一个公道的价格。赵黎明，你来干什么？我当然是来帮助各位师弟的。既然你们凑不够10枚了，不如现在把手上的令牌以210枚的价格卖给我，你们不但不会赔本，反而会大赚一笔。如何？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们以210克的价格购买赵师兄手里的令牌，如何？我们诚意也很足。恕难从命，我是接到了一个任务，不得不来收集令牌。赵黎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是不可能卖给你的，我们确实会赔，但你赔的更多。哼，赔的这一点贡献点对我来说无所谓，但对各位师弟来说应该不算少吧？现在整个玄天宗只有我一人会买你们的令牌，你们还有其他选择吗？谁说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你是神秘组织的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可以把玄天硬牌卖给我。兄台懂不懂先来后到？做买卖嘛，人家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呗。既然他们不想卖给你，那何必在这纠缠人家呢？哼，难道他们会卖给你？我可是听说，他们组建帮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你们组织。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高党主，你想将令牌卖给谁？压力山大，我们组建帮会就是对抗神秘组织，他们利用幻梦犬作弊是咱们的假想敌，而赵黎明是明面冲突，抢生意打价格战，两家同时要买，我该怎么选？我有个事情想说，正好听大家怎么想。你说。纠正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副帮主，不是帮主。既然你们拿不定主意，你又是副帮主，不如去问一下你们的帮主如何决定吧。不如去问一下你们帮主吧。好吧，我待会儿去问一下帮主。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二位再来商讨一下，如何？再会。帮主在吗？高副帮主，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确实遇到了一件事，希望帮主帮忙做一下决定。好，你说。这实际上，那个神秘组织和那个赵黎明都没有错。神秘组织利用幻梦犬收集令牌，宗门没有出面制止，说明这是合法合规的。而且幻梦犬是属于大家共有的资源，人家能利用是人家的本事，咱们用不了，说明咱们没本事，只是技不如人。这番话怎么这么熟悉？帮主，你这番话跟前几天给神秘组织售卖令牌的黑袍人说的好像啊！坏了，大意了！难道那个黑袍人售卖令牌时，帮主也在现场？啊，对，当时我也在现场。看他一副我猜到了的表情，吓死我了。我当时出去散散心，恰好遇到这一幕，感觉那个黑袍人说的还有些道理。那帮主也应该知道我们帮会集资购买10块令牌的事。这我知道，你的决策很正确。别说是2000贡献点买10块，就算是2500，也绝对血赚。再有这种机会，一定要毫不留情的拿下。再说那个赵黎明，人家跟咱们公平竞争，也没耍阴谋诡计，人家也没有错。那帮主，咱们该把手里的5块令牌卖给谁啊？当然是神秘组织了，这还用问吗？啊？为什么？不是说都没错吗？我内心更倾向赵黎明，神秘组织见不得光不是好东西。之所以让你跟神秘组织做交易，总共有2个原因。第一，咱们对不起人家。我们对不起他？我们干什么了？对不起他？你忘了咱们当初组建帮会是因为什么吗？因为咱们怀疑人家作弊，采用不正当手段。但事实上呢，人家公平公正，遵纪守法。咱们误会了别人。难道你心中就没有愧吗？难道咱们不应该跟神秘组织说声对不起吗？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为了表达咱们的歉意，咱们应该主动降价20%，以180贡献点1枚的价格卖给神秘组织。你觉得呢？我们的令牌不是很抢手吗？这时候不涨价，为什么还要降价？理解不了。你不说话就当是默认了。高副帮长，我就知道你也是个明白人。毕竟那些愚昧、目光短浅之人，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思。只有我们这种聪明人，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我明白帮主你的意思，帮主你说的简直太对了。刚刚不是说2个原因吗？那另一个原因是？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根本惹不起那个神秘组织，不但不要得罪，还要尽力讨好。就算他们是宗主的亲传弟子，他们打我也是触犯门规，要遭到重罚。我们怕他们什么？糊涂啊，高副帮主！他们想对付你，你根本不会有所察觉。我不信，帮主，你说他们能怎么着我？神秘组织能调动幻梦犬，如果他们想用幻梦犬对付你的话，他们会让幻梦犬跑到你家门口上厕所，还会用幻术把粪便隐藏。不就是踩点狗屎吗？我不怕。幻梦犬会溜到你的洞府里，翻出你平时修炼用的丹药吃掉，然后把搓成球的柱变放回去。之后他们会躲在角落，用幻境干扰你。你取出丹药无法发现异常，毫不知情的你一口将丹药塞入嘴里，这才发现味道有些不对。行了，别说了。帮主，我早就看不惯赵黎明那家伙了，一个内门弟子来跟我们外门抢生意，简直不知羞耻。既然他敢来赚我们的钱，我们就要让他亏到底。所以，我们还是将令牌卖给神秘组织吧。我还以为你会说，不就是吃点屎吗？我不怕。帮主，我绝对不是怕神秘组织，我只是看不上赵黎明而已。帮主，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对，我觉得吧，再降20贡献点，可能会获得神秘组织的好感，
帮主，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觉得再加20太少了，我们均价是130，卖给神秘组织150就可以血赚了，没必要卖的那么贵。牛逼，孺子可教也。发放105块，我拿到95块，除掉卖出的50块和送给星星的20块，我手里还剩25枚。我很好奇你们组织背后是谁？是内门弟子，还是宗门长老？你还没资格知道。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对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感兴趣，你不用说了。既然你诚心请教了，那我就必须告诉你，我们老大可是能够调动诛杀渡劫期的力量。这个玩笑并不好笑。如果我骗你，天打雷劈！他说的是真的。诛杀渡劫期的力量，宗主或大长老？宗主没必要。那背后就是大长老，难道大长老想造反了？大长老是执法峰峰主，所以黑袍人敢在执法队门口摆摊卖令牌，执法队是保护伞。神秘组织能调动幻梦拳，说明御兽峰6长老已经投靠。半年前3长老、9长老和6长老歪门密会，随后御兽峰全员禁闭，肯定是掩护。5长老和12长老和大长老交好，完了，12长老里一半是大长老的，加上幻梦拳，宗主凶多吉少啊！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难道我的天分被认可，想要拉拢我？原来我这么重要吗？不是，我算个球啊！大长老的组织怎么可能拉拢我？他告诉我这些，肯定是想借我的口，告诉我师尊。他们是想让我师尊站队了。师尊是百年最年轻的外门长老，日后成为内门长老，一是板上钉钉，肯定有资格被大长老拉拢。幸亏我足智多谋，想到了这点，不然师尊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对啊，师尊天赋不强于我，为什么他能被邀请，我却没被邀请？看来大长老的组织目光短浅啊！明明我才是修仙界的未来。等等。也有可能他们是想邀请我和师尊一起加入，这组织挺贪心啊，不过眼光倒不错。那我到底要不要加入？大长老势力强，但太上长老和太上宗主肯定反对造反，站宗主那边。幻梦犬族态度爱定，难道也有权想造反？目前看，太上长老出手，宗主占优；不出手，大长老占优。再看外部力量，宗主交友广泛，一呼百应。大长老整天不务正业，人脉都是小修士，连我这种未来的希望都没几个，完全被宗主碾压啊！坏了，大长老好像不妙啊！不对，我能想到，大长老肯定也能想到，明知危机还敢现身，岂不是有后手？这也不对，师尊夸我足智多为，我能想到的事，大长老未必能想到。好烦啊！还是告诉师尊，让师尊决定吧。实在不行，我和师尊分别加入两方阵营。无论谁输了，另一个都能找个熟人保命。赵黎明，你没事吧？吹个牛皮！这家伙先是惊慌冒汗，又皱眉沉思，表情复杂的很。不会是有啥大病吧？看来这是要催我做决定。我不能上当，越遇到大事越不能惊慌。这件事我会告知师尊的。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地点，我会来告诉你答案。必须要早一点告诉师尊，让师尊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利弊。不是哥们儿，都这么大人了，你竞争不过我就去找家长，羞不羞啊？掩人耳目嘛，我懂。耶，赵黎明师兄怎么走了？不知道啊，是他自己要走的，跟我可没关系。
既然他走了，那咱们开始做生意吧。好吧，那尊敬的神秘组织代表，我们帮会经过商议，最终决定跟您交易5枚玄天令牌。为了表达我们的友善，以及庆祝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我们决定每枚令牌给您150贡献点的友情价，您选。您觉得怎么样？170吧，多少让你们赚点。不能让你们这段时间白忙活，手握巨款，不在乎这点。收购5枚只是为了凑个整，凑齐10块就能卖高价了。原来神秘组织也不那么坏。大哥，你是个好人。等一等，你们手里的令牌还对外出售吗？你想买？我手里现在还有20枚令牌可以卖。10枚令牌2000贡献点，你确定你们能吃得下？您稍等片刻，我们商量一下。好。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只需要花费4000贡献点，就能购买20枚玄天令牌。大家觉得如何？副党主，你的意思是，咱们以171枚刚卖给别人，然后再以201枚收回来？你不妥妥的大冤种吗？我服了啊！201枚能被你砍到170，现在又想200买回来，你是跟我们一伙还是跟他们一伙啊？要是帮主在，以帮主的能力，一定能以170收回来，再以200卖出去。我都怀疑李正通是不是混在人群中啊？为什么能问出这么睿智的问题？单块令牌和10枚令牌一起卖，肯定不一个价。10枚最大的价值是能兑换1件法宝，肯定价格高。我觉得2000真不贵。高副首长，我们支持你。刚170卖出的令牌，又被我们以200买了回来，我心里不舒服。帮会里确实有些人脑袋不太灵光，不过也正常，脑袋灵光怎么可能选我当帮主？但是咱们200买回的令牌，等明天一兑奖，至少能价值300，血赚！小明花130块钱购买一件商品，反手卖了170元。随后小明又花费200元买回这件商品，反手卖了300元。问，小明赚了多少钱？这简直就是太离谱了吧！疯狂买进卖出的奇葩商贩吗？昨天我跟帮主商量过了，帮主说2500都能赚，更别说2000了。啊！帮主说2500枚令牌也能赚，那赶紧买啊！我这就掏贡献点。帮主虽然不在帮会，但依旧在为帮会出谋划策，太感动了。帮会能发展成这样，全靠帮主在幕后把控方向啊！副帮主，咱们赶紧凑钱吧！帮主都说话了，咱们就不可能亏啊！对，快说每人多少钱，不够我回去借。这么多天过去了，我终究是不如那个男人吗？师尊，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你又分析出什么了？师尊，这次真是大事不好啊！师尊，你又偷喝师娘珍藏的剑仙茶，你不知道那是师娘的相好。说吧，这次又有什么大事？师尊，幸亏这次我反应快，不然咱师徒俩怕是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如果没有我，师尊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于徒弟的行事风格，我早已习惯。师尊，咱们玄天宗要变天了。哦，大长老要造反了，他联合3长老、5长老、6长老、9长老、12长老以及一部分幻梦拳，准备打败宗主，夺得玄天宗的掌控权。其他长老有没有参与，我暂时还不知道。你确定你说的是？
那个满脑子都是扮猪吃虎的幼稚大长老吗？还有，为什么是一部分幻梦犬族？因为我也怀疑幻梦犬族也有权想要造反。外门的那块纸质就是大长老组建的，大长老已经准备动手了，现在想要邀请我们师徒俩加入。师尊，你说咱们要加入吗？按照现在的分析，宗主还是略占优势，但大长老既然敢有所行动，肯定也有底牌，咱们必须要斟酌一下，毕竟这种事情一旦站错队，就将落个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这个组织在干什么？在到处寻找玄天令牌，买卖玄天令牌。所以，为什么大长老要寻找玄天令牌呢？你觉得大长老会在乎这点贡献点？我觉得大长老是想通过此事控制外门。大长老控制外门有个毛用？就外门这些弟子加起来，能扛住宗主一巴掌吗？还有，你见谁拉拢人这样拉拢的？要不是宗门门规在这里摆着，就那神秘组织一出来，怕是就要被人打个半死。这是把外门向别人怀里推呀！好像是哦。那大长老让神秘组织在外门干这件事，有什么目的呢？有没有可能，神秘组织压根就和大长老没关系？如果这个组织真是大长老建立，那他收集的令牌绝对不会卖的。为什么？因为按照大长老的尿性，他会在兑奖的那一天，抱着所有令牌，在所有外门弟子前人间显圣。师尊，那就更不好了。如果这个组织不是大长老建立，那肯定是宗外势力。完蛋了，有人想要对咱们宗动手，还想拉拢咱们师徒俩做叛徒。他们在外门瞎整，肯定是为了扰乱我玄天宗的秩序，让我们从内部开始瓦解。当时怎么就瞎了眼？那么多正常同学偏偏选了他呢？不对，外宗势力绝对不敢在咱们宗门这么高调。这个组织肯定还是咱们宗门人。虽然我这个徒弟爱胡思乱想，但还不至于太蠢。我知道了，这肯定是太上宗主和太上长老整的组织，目的就是为了让玄天宗乱起来，以此表明宗主和长老治理不力，好让宗主退位，他们重新出山，这样就合理多了。太上宗主和太长老真是歹毒啊！原来是他们想造反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太上宗主和太上长老如果想掌管玄天宗，只需要从他们闭关的洞穴里走出来就行，哪还需要这么费劲？原来如此，这样看来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了。神秘组织是宗外势力与大长老合作的产物，有大长老罩着，他们才能在外门横行霸道。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玄天宗内乱来削弱玄天宗的力量，最后一举拿下玄天宗。我就说大长老不是一个好人，竟然如此歹毒。师尊，你说咱们该如何站队？要不你和宗主一伙，我去和大长老一伙。虽然大长老行踪神秘，但我感觉宗主胜率会更大一些。师尊，你和宗主一伙，一旦我被抓，以您的地位说句话就能把我救出来。当然，如果大长老不幸获胜，那我肯定会全力营救师娘和师尊的。不过，我虽然天赋绝佳，但不得不承认实力还是有一点点低微，人微言轻，说话可能有点不好使。但是师尊您放心，我就算拼上我这条命，肯定也会把师娘救下来。至于您地位太高，可能……不过您放心，等日后我实力提高后，定会为师尊报仇的。天哪，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我是不是要考虑再收一个弟子？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号已经练废了。冷静，一定要冷静。这孩子虽然想法有点跳脱，但办事的还是可以的。没有他，手底下连个办事的人都没有了，一定要冷静。行了，别胡思乱想了。
大长老不可能背叛玄天宗的。我让你收集的令牌收了多少了？令牌没了，没了，就5块，就5块。你不知道需要10块令牌才能兑换1件法宝吗？知道啊。那为什么只有5块令牌啊？因为我觉得大长老叛变这件事更重要，没来得及购买剩下的5块令牌，便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不过现在回去也已经晚了，那5块令牌肯定已经被神秘组织买走了。师尊，您就死心了吧。你收购这5枚令牌花了多少贡献点啊？好像也不多，也就800、900贡献点吧。师尊，师尊，你怎么晕倒了？你没事吧？师娘，师尊他偷喝你的。小子，你赶紧闭嘴！师尊，我这不是为了让您早点醒过来吗？您怎么突然晕倒了？这是我冲击合体期失败后留下的后遗症，不碍事的。为什么是5块令牌？哪怕再多1块令牌，我也能少准备1件法宝。结果现在1件法宝没省，反而多花了300-400贡献点。关键这还是我借的贷呢，这利息该怎么还啊？师尊，您不会怪我多让您浪费了300-400贡献点吧？怎么会？区300-400贡献点，为师又怎会放在眼里？对了，你刚刚进门时先迈的哪只脚？好像是左脚。为师最讨厌进门先迈左脚的人了，你被逐出师门了。师尊，刚刚我跟您开玩笑的。当了您这么多年的徒弟，我对您的了解比对我自己都深，又怎会不知道您讨厌先迈左脚的人呢？所以刚刚我先迈的右脚。实际上，刚刚为师也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太好了，师尊，我就知道您不舍得让我离开。为师实际上讨厌的是进门先迈右脚的人，所以你被逐出师门了。师娘，师尊他偷喝。好徒儿，为师跟你开玩笑的，我怎么舍得把我的好徒儿赶出门呢？师尊，都是男人，我理解你，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师娘的。你理解就好。现场气氛和谐，真是师慈图孝。师尊，您要是没事，那我就先走了。哎，走吧，走吧。师尊，师娘老相好送的茶很好喝。干还是不干？现在我手里1点贡献点也没有了，还欠着1屁股债，凑齐10件法宝只能再借1笔外债，仅仅利息就让人头疼。如果干这一票成功了，不但外债还完，还能余下1笔私房钱，直接一波暴富。干了！失败了，大不了就是被暴打一顿。没什么比穷更可怕了。各位弟子，大家好，我是……咦，王英俊长老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啊？师尊昨天不知道怎么想的，半夜想偷师娘的武器出去卖钱，结果被师娘发现了，于是就被打成这样子了。唉，以后还是不找道比为妙。好大的杀气啊！那为什么王英俊长老不把脸上的伤势恢复一下呢？师尊想偷的那件法宝名为气血糊纸，戴在手上可以大大提高攻击力，同时那法宝有一个特性，能够延缓伤口的恢复，极为霸道。可以想象那顿打有多猛烈。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关于气血血糊纸的秘密，如何？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大长老想要造反啊？啥？不是大长老，那是不是太上宗主和太上长老想再次掌权？不用装了，我都已经知道了。这都什么跟什么？你都知道啥了？第一次遇到完全看不懂的人。哼，兄台，你为何这么问啊？你不是说你们老大能调动斩杀渡劫期的力量吗？是啊，但这和大长老、太上长老有什么关系？我只是随口装个逼而已啊！能斩杀渡劫期的宗门里，也就只有宗主、大长老以及太上长老和太上宗主。难道你真的是外面的入侵势力？什么和什么？我说的力量是幻梦犬族啊！
你不会不知道幻梦犬族曾经斩杀过渡劫期吧？你这样说显得我很呆啊。好了，现在你可以跟我说气血胡指有什么小秘密了。实际上，这件气血胡指是我师娘的老相好送给她的。你别说了，再听下去可能性性命不保。那股杀气就是奔着他来的。别说话，写下来，详细点。跑！下次再也不八卦了。小智，接着！臭小子，什么都敢往外说啊你！快接着！别扔给我！小样！师尊，对不住了。哎，总算摆脱王长老了。哎，让我看看王长老你还有些什么小秘密。